傻子为了给父母治病，天天进山采药，谁知今天的太阳竟与往日的不一样。死鬼，你慢点！这是什么声音？放心吧，如烟，这里绝对不会有人的，我们想怎么样都行。随着声音越来越大，曾阿牛更加好奇，快步走过去，竟看到了让他流鼻血的一幕。村长刘大彪和会计柳如烟正做着那种事情，但曾阿牛忽然出现，把两人吓了一跳。妈蛋，你个大傻子，到这里来做什么？坏老子好事！我采药。村长，你不是有媳妇吗？王会计也有老公啊。关你屁事！给老子滚！敢说出去，老子弄死你！哦。彪哥，他要是说出去，我们俩就完了。妈蛋，这种地方都能来人！刘大彪嘟囔了一句，忽然恶从胆边生，他几步就到了曾阿牛身后，一把拖住曾阿牛，就向一边的悬崖上而去。悬崖下面就是龙阳湖，扔下去就算摔不死，也绝对会淹死。刘大彪生怕丑事暴露，索性来个一不做二不休，杀人灭口。哼，要怪就怪你自己看到不该看到的事情。彪哥，你真的把他扔下去了？放心吧，宝贝，这傻子是自己失足掉到龙阳湖的，跟我们可没任何关系。我们继续，这地方简直太刺激了。说着，刘大彪已经再次扑了上去。夜晚来临，龙阳山的悬崖中间，一个人影呆坐原地，此人正是被扔下山的曾阿牛。还好当时下落被藤蔓缠住了身体，这才捡回了一条命。这可怎么办？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，这下要饿死在这里了。曾阿牛不由自主地往里面靠了靠，谁知身后一空，竟然进去了半边身子。咦，这里竟然有个洞口！曾阿牛虽然感觉有些害怕，但还是壮着胆子进到了山洞里。迎头就看到一个浑身闪着绿油油荧光的雕像，正盘膝坐在洞口正对着的位置。曾阿牛大难不死，他感觉是这里面的雕像保佑了他，于是对着雕像磕起头来。谢谢大神救了我。他不知道的是，从山上摔下石头上磕出的伤口，在跪地叩首间渗出的鲜血，一触到地面石块便融了进去。曾阿牛刚站起来，那玉石雕像忽然间化为点点荧光，飞速的向曾阿牛的脑袋里飞来。转眼间，那雕像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，而曾阿牛的脑袋中忽然出现了很多他从来没见过的东西。曾阿牛，我乃龙阳真人，你我有缘，我现在将我毕生所学全部传授于你，希望你惩恶扬善，造福世人。曾阿牛彻底震惊了，平时浑浑噩噩的脑袋也变得无比清醒起来。那些害我的人，你们就等着暴风雨的来临吧。谢谢师傅，如果您还能听见我说话，请帮我指条明路。家中伤有患病的父母及退学的妹妹，现在这么晚我还没回家，他们一定很担心。说完，曾阿牛再次跪拜已经消失的雕像，而这时洞口处竟出现了一条铁链。曾阿牛连忙起身走去。村头大核桃树旁是村里的俏寡妇香秀家。香秀虽然是个寡妇，可是才25岁，长得丰腴娇美，好像熟透了的蜜桃。曾阿牛从香秀家经过，忍不住站在了他家大门口，停留了一下。忽然间，大门一下子打开了，接着哗啦一声，一盆水对着曾阿牛就泼了过来。门口怎么还站着个人啊？不会又是想来占自己便宜的那些臭男人吧？香秀姐，你咋知道我热得想洗澡啊？阿牛，你怎么在这里呀？我上山采药，从这里经过。你这是不要命了吗？这么晚才从山上回来，也不怕被野狼吃了？这一身汗，别被我淋得感冒了。没事，我先走了。别，先进姐家里来擦擦吧。香秀上前一步，拉住曾阿牛的手，就往家里去。曾阿牛本想拒绝，可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阿牛，正好我有烧的热水，我刚洗完澡，你也在这里顺便洗洗吧，清爽得很。那怎么好意思啊？你傻乎乎的，还知道不好意思啊？快洗吧，挤进屋，洗完了告诉我一声。曾阿牛正好出了很多汗水，身上脏兮兮的，也就没再推辞。月光下，曾阿牛正在洗澡，身上散发着青春的气息，看起来十分健硕。自从嫁过来之后，自己已经守寡3年了，到现在还是完璧之身。虽然阿牛是个傻子，可是心地却十分善良。今天不如就把自己……香秀暗暗下了个决心。曾阿牛洗完之后，刚想把自己的衣服再次穿上，香秀直接走了出来。姐，谢谢你了，这么晚了，我得走了。别走，阿牛，进屋来，姐有东西给你看。香秀姐，你到底要让我看什么？很快你就知道了。你到我跟前来啊！傻子，快点啊！好吧。曾阿牛走到了香秀跟前，忽然外面扑通一声传来了重物落地的声音，接着就有脚步声向门口跑来。神，香秀，我是你二虎哥，你快点开门吧，二虎哥好好疼你。二虎，你个混蛋，深更半夜的，你跑我家里来做什么？给我滚出去！嘿嘿，老子不仅不会滚，还要跟你在床上滚呢！快点开门，不然我撞进来了。这家伙是村长刘大彪的兄弟刘二虎。
欺男霸女，无恶不作，村里几乎没人敢招惹他。你给我滚，不然我真喊了。你喊吧，你喊破喉咙也没用，不怕丢人现眼，你喊就是。房门一阵晃动，根本就经不住二虎那虎背熊腰的碰撞。怎么办？阿牛，你快藏起来，让他看到你会打死你的。曾阿牛脸色阴冷，但被香秀直接就拉到了床边的衣橱里。你在跟谁说话？不要脸的臭寡妇，竟然在家里偷汉子！给我开门，我倒要看看是谁敢跟老子抢女人！香秀抓起一个擀面杖，胆怯地站在门前，浑身发抖。砰的一声，房门一下子被撞开了。嘿嘿，宝贝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刘二虎一个饿虎扑食，就向香秀扑去。这时，曾阿牛一脚踹开厨门，跳了出来，抓住了刘二虎的衣服，一把就把他给拉扯起来。妈蛋，是谁？你牛爷！好啊，原来是你这个大傻子！香秀，你他喵找谁不好，找个傻子，有这么饥渴吗？二虎，你给我滚！让老子滚！你继续跟这个傻子搞嘛，门儿都没有！我现在把这傻子收拾了，再收拾你这个臭女人！刘二虎扬起拳头，对着曾阿牛就捶了过去。曾阿牛身子往后一撤，飞起一脚，刘二虎直接被踹得飞出去2米多远，重重的砸在了地上。操你他喵，敢踹我！小兔崽子，你给我等着，我早晚弄死你！刘二虎捂着胸口，放了一句狠话，赶紧转身逃离了这里。阿牛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姐，看来你墙头上要弄上些玻璃来，这个畜生再来，扎死这个狗娘养的！阿牛，幸亏有你，不然姐就……姐，没事了，你赶紧休息吧，我家里人该等急了。阿牛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晚上不闪似的，说话那么有条理了？姐，我的病好了，以后再也不能让别人欺负了，我要打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。真的吗？那太好了，姐真为你高兴。香秀忽然想到刚才自己的行为，忍不住羞得面红耳赤。自己刚才的样子，在他眼中会不会变成一个坏女人啊？傻子进山采药，竟撞见村长和会计在行苟且之事。村长一怒之下将傻子扔下山崖，谁知傻子并未摔死，反而让他得到了龙阳真人的传承。哥，你可算回来了，担心死我们了。你这孩子，以后可别去采药了，都不知道个早晚。你要是再出了事，我们这家就完了。妈，妹妹，我在山里遇到个白胡子老头，说能治好我的病，我就让他给治疗了一下，所以才回来晚了。哥，你也学会撒谎了。你刚才说的话可不像是个傻子说的，你真的好了？我的病彻底好了，妈，妹妹，我以后再也不让你们受苦了。王菊和曾小雪都是喜极而泣，光是从曾阿牛说的话，他们就已经能够断定曾阿牛是真的好了，再也不是那个任人欺负嘲笑的傻子了。第二天，曾阿牛吃完早饭后就出了门。自从昨日得到了龙阳真人的传承，他就迫不及待地想把父母的病治好。今天怎么也要把那味草药找回来，赶紧把父母的伤病治好。那株草药应该是掉在了昨日山洞口。曾阿牛的速度很快，不一会就来到昨天的洞口。竹篓在不远处的藤蔓上挂着，幸好里面的那颗草药还在。曾阿牛身体一荡，把竹篓抓了过来。因为白天视线好，他想再次进山洞中转一转，结果还真有了新的发现。在那个玉石雕像消失的地方，有一个玉瓶，里面隐隐泛着一抹绿光。曾阿牛捡起玉瓶看了看，里面好像有些液体，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。他随手就放在口袋里面。忽然一道金光闪过，龙阳真人的虚影浮现。小子，你手中玉瓶里的液体乃为灵液，什么作用你后面就知道了。鬼门18针须以气御针，你若心术不正，必遭反噬。师傅，我发誓，此生绝不辜负您的医术。曾阿牛对着消散的虚影磕了几个响头后，转身背着竹篓往回家赶去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，你们家困难就不用还钱了，想屁吃呢？嘿嘿，不还钱也行啊，让这小妹妹去我那里当陪唱，喝小酒就能赚钱，1年就能把你家的钱全还上了。就是，这工作又不累，说不定伺候的好，还能找个大款老公呢，你们家不就能翻身了吗？听说这些人要把小雪带走，王菊眼泪巴巴的往下掉。再宽限几天吧，我们家是真的没钱啊。那不行，本金不还也就罢了，连利息都不给，让我们喝西北风去啊！把曾小雪给我带走。那几个地痞上前就要去抓曾小雪，地上的曾秋生忽然从怀里掏出来一把菜刀。谁敢动我女儿，我就跟他拼了！哼，曾秋生，你他喵跟我玩这个，有本事你啃我，让你看你够得着我脑袋吗？刘二虎上前一脚就踢到了曾秋生手上，那把菜刀一下子就飞了出去。不要碰我爸爸，你们这些畜生！曾小雪急了，上前一把抓住了刘二虎的手，直接就咬了下去。刘二虎痛得大叫一声，挥起巴掌就要抽曾小雪。而这时曾阿牛及时赶到，一脚就踢飞刘二虎身子小弟，抓住了刘二虎的手。妈的，谁抓我的手？垃圾！
曾阿牛冷哼一声，一脚就飞踹了出去，嗖的一下，刘二虎庞大的身躯直接飞出去了几米远，重重的砸在了地上。周围的邻居们都是吓了一跳，想着傻子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爸，你没事吧？阿牛，他们要带走你妹妹，去歌厅当陪唱。放心吧，爸，有我在，他们带不走小雪。曾阿牛，你他们要脸不要脸？不还钱还打人！你家抵押了这栋破宅子，借了我们5万，现在连本带息15万。今天你要么把钱还给我们，要么今天就搬出去，不然明天老子就去法院起诉。哼，曾阿牛不是牛逼吗？我看你个傻子怎么办？周围的人一听，都是暗自啧舌，5万1年不到便15万，都在那议论纷纷，但没一人出来说句公道话。这钱1周内我还你，还不起我就把老宅子给你。好，弟兄们，走。嘿嘿嘿嘿，刘二虎冷笑一声，带着那些地痞就大摇大摆地离开了曾阿牛家。剩下看热闹的邻居们都纷纷摇头，回家去了。哥，你也太冲动了，15万啊，到哪里弄这么多钱去啊？把老宅子卖了也卖不了几万块钱啊。这件事你们就不要操心了，我去借一副银针，先给二老疗伤治病。什么？哥，你不会又傻了吧？你虽然专业是学医的，可是你才上了不到1年的大学，根本没学到多少东西，也没有临床治过病，你难道要拿爸妈当小白鼠吗？曾阿牛没再多解释，转身就出了门。刚到了卫生室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了柳如烟的声音。最近那里一直寒痒，还起了一些小水泡。你进你屋来吧，我给你看看。靠，这明显的是得花柳病了。曾阿牛悄无声息地进了卫生室的外间，直接坐在了椅子上等着。忽然，他发现桌子上放着柳如烟的手机，于是忍不住好奇地拿起来。没想到手机竟然没锁，他忍不住恶作剧地看了一下柳如烟的相册，这一看顿时吃了一惊，里面竟然有好几个他和刘大彪一起在野外酣战的小视频。这个臭女人，老公在国外打工，她在家里可没少给老公戴了绿帽子啊。想到这里，曾阿牛看了看手机储存的位置，竟然都是在单独的储存卡上，索性把他的储存卡按了出来，藏在了口袋里，然后又把手机给他放在了桌子上。你这病我这里治不了，你还是去县城的医院看看吧。还有，你要把和你发生过关系的人也叫上，你得了这种病，他们肯定也得了。陈医生，你怎么这样说话啊？我就和我老公发生过关系，和其他人可没有过。好了，这个不是我管的，你赶紧去吧。都知道柳如烟和刘大彪好，他竟然还在这里装。陈颖最烦的就是这种女人了。陈姐在吗？顿时里面就没声音了，但两人很快就出来了。柳如烟一看是曾阿牛，顿时尖叫一声，跟见了鬼似的。曾阿牛，你。柳如烟大叫了一声，疯了似的向外跑去。今天柳如烟是怎么了？阿牛，你来做什么？陈姐，你有银针吗？我想接着用一下。倒是有一副，不过你借银针做什么？陈姐，我是用来给我父母针灸。银针借给你也行，不过我要跟着你去，监督着你。没问题。陈颖拿了副银针，关上卫生室的门，就和曾阿牛一起去了他家。看到了吗？曾阿牛，真的是曾阿牛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难道是鬼现身来找我们报仇的吗？被村长推落山崖的傻子竟毫发无损地出现在村诊所，恰好被看病的会计撞见后，会计竟像见了鬼似的转开诊室木门，疯狂向外跑去。看到了吗？曾阿牛，真的是曾阿牛，他不是已经死了吗？难道是鬼现身来找我们报仇的吗？哼，亏你还是我的会计，就这点胆子吗？龟呀，难道你不害怕？怕个屁！你见过谁家的鬼光天化日的出来报仇的？这就是曾阿牛，他没死啊，那么高都没死。哼，傻人有傻福，不过他是个傻子，说出去的话也没人信。你放心好了，这个傻子不胡说倒也罢了，要是敢胡说，想弄死他还不跟完似的。陈医生来了，快坐。伯母好，阿牛说要给你们针灸，我不放心，过来看看。曾秋生和王菊顿时苦笑起来，他们也不相信儿子能给他们疗伤治病，可是当着外人的面，他们也不好拆儿子的台。妈，你这是病，相对好治疗一些，先从你来吧。阿牛，你真的行吗？放心吧，我有把握的。他让王菊坐在椅子上，拿出银针，稍微看了看，运起内力，就开始点门18针，每一针落下，立刻就扎了进去。那细如牛毛的银针，竟然没有丝毫阻滞，看得一旁的陈颖都呆住了。他竟然真的会针灸，这手法竟比培训我的那个老中医都要厉害。这时他发现曾阿牛的精力高度集中，头上的汗水滚滚而下，头发上都冒出汗气来了。妈，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头上有点麻，其他倒是没啥感觉。陈颖更加震惊，要知道一般的针灸很多人都会又木又麻，承受不了的，而曾阿牛的针灸仅仅是有点麻，这真让他大开眼界。很快曾阿牛就把几十根银针起得一干二净。妈，你先别动，休息一会再说。咦，我怎么感觉我身上舒服多了，好像很多地方都通畅了。妈，
你小心些。不用扶我了，我感觉好像没事了。曾小雪松开了手，王菊试着往前走了走，顿时惊喜万分，而一旁的几人都看傻了。阿牛，妈好了，妈真的好了，这也太神奇了。妈，你先休息一下吧，病应该是好了，但是还有个需要适应和疗养的过程。我现在在把爸的腿也医治下。太好了。不是吧，你爸可不是腿疾，而是被人打断了双腿，没能及时治疗残疾的，通过针灸也能治好。陈英怎么觉得都不可能。正当他疑惑时，曾阿牛再次施展鬼门18针来，足足用了3个多小时，才算是给他父亲针灸完。当曾阿牛拔掉最后一根针时，那2条本来没有知觉的腿竟慢慢的伸开，又缩了回来。而陈颖看着曾阿牛，满眼都是欣赏之色。阿牛，你的针灸术太厉害了，有空能不能教教我吗？没问题，陈颖姐，只是我现在太累了。太晚了，我也要走了。陈颖转头看了一下外面，这才发现已经到了深夜。第二天，曾阿牛一直睡到早上9点多才起床，精神得到了恢复。曾阿牛又盘膝修炼了一阵龙阳功，这才变得精神奕奕。他从床上跳起来，来到了堂屋。妈，小雪呢？去樱桃地了。我去地里看看。你把面条吃了？我不饿。转眼间，曾阿牛就出了院子，直奔山脚下的樱桃园而去。此刻，小雪正在樱桃园里浇地，看着樱桃树上那一个个的大樱桃，小雪满脸都是笑容。估计用不了3天，这些樱桃就可以采摘去卖了，到时候就可以减轻家里还钱的负担了。但想到哥哥答应1周内筹到15万还给刘二虎那个恶霸，小雪就又愁了起来。哥哥当时怎么就答应了1周内还上这15万啊？唉，家里的樱桃真的这么好，怎么还唉声叹气的呀？正在这时，一个女人的声音在路边响起。小雪转头就看到村会计柳如烟走了过来。她其实很讨厌这个女人，因为家里条件特殊，前些她想要让柳如烟帮着家里申请个低保补助，柳如烟张口就要3000块的打点费，小雪当时都快被她气哭了。小雪啊，听说你那傻子哥哥说1周内还上家二虎的15啊，他去哪里弄那么多钱啊？这吹牛都要吹上天了。这不用你管了，我哥哥已经好了。再说了，我家的事不用外人瞎操心。切，小奸人竟然跟我甩脸子，真是不识抬举。虽然这样说的，但柳如烟还是急匆匆的走了。她来这里就是为了试探曾阿牛是不是真的好了，要是真好了，她得赶紧告诉刘大彪，想办法封住他的嘴。这时，曾阿牛看到柳如烟急匆匆的从自家地里离开，脸色瞬间变得阴沉起来。这个臭女人来做什么？肯定没安什么好心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小雪，我来吧，你回家休息。对了，柳如烟来这里做什么？谁知道她来发什么神经啊？曾小雪把柳如烟刚才过来的事情说了一遍。曾阿牛听了之后，就明白柳如烟是来干什么了。哼，就是怕我把你们的丑事说出去。不过这个倒是可以好好的利用一下。曾阿牛想让妹妹回家休息，可是小雪执意不肯，他也就没再坚持，自己在地里转悠着看起樱桃来。忽然，他想起了昨天从山洞里面找到的小瓶灵液。这东西对于自己修炼龙阳功绝对是好东西，如果用到这樱桃树上，不知道能不能起作用。想到这里，曾阿牛找了一棵最大的樱桃树，把玉瓶里面的灵液倒了一滴在树下的水里。能不能起作用，明天应该就知道了。嘿嘿，如烟，怎么想在办公室来个刺激的？彪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开这种玩笑？怎么了？天塌了！柳如烟随即把今天去找曾小雪打听的事情讲了出来。刘大彪的眉头顿时皱了起来。放心吧，他不敢乱说的。这龙阳村是我刘大彪说了算，何况他也没什么证据。他要是敢胡说，我让局子的人办他的诽谤，造谣生事。也是啊，彪哥，还是你有主心骨。嘿嘿，那是不是值得庆祝一发？别，彪哥，最近那里痒得很。陈颖说是花柳病，还是看好再说吧。妈蛋，你不说我还没感觉，这一说我也痒得很，是不是你在外面胡搞了？刘大彪最近也是这种感觉，不过在他兄弟刘二虎肠子里没少胡来，这病应该就是在那里染上的。现在柳如烟主动说起这事，刘大彪立刻就把责任怪到他头上。彪哥，你可不要诬陷我，我除了大头外，就你一个男人，怎么可能是我沾染上的？算了，我们今天下午就去市里检查一下。行。下午，曾阿牛吃完午饭，背起竹篓就出了门，刚走到村头，就被俏寡妇香秀拦住了。阿牛，你现在干嘛去啊？香秀姐，我进山采药。那我也跟你去，顺便给你做个帮手。香秀姐，还是算了吧，山上热得很，还有蚊虫，你这么漂亮，别叮得满脸包。故意的吧？我有那么娇惯吗？香秀不由分说，但曾阿牛知道香秀是想单独跟自己待在一起，也就没再拒绝她。恰好这一幕落入刘二虎眼中，气得他浑身发抖。这时，身旁的狗腿子突然凑近耳语了几句。刘二虎盯着前方逐渐远去的2个身影，脸上慢慢浮现出阴冷的笑容。傻子和寡妇进山采药，
后面竟有2个鬼鬼祟祟的人跟踪。殊不知，待会他俩将会迎来最大的噩梦。阿牛，你是不是想找那种名贵的草药，卖了钱之后还债啊？姐，你可真聪明，不然能有其他办法吗？阿牛，我前几天进山看到一个大蜂窝，比脸盆都大，要是那个能够弄下来卖蜂蜜，估计还能值几个钱。在哪里？你带我去。在山里的一个悬崖边上，全是那种有毒的山马蜂，我吓得没敢动，这要是被山马蜂给围攻了，折死了都有可能。放心吧，香秀姐，有我在，折不了你的。你有办法。山人自有妙计，有香秀指路，很快2人就到了那个悬崖下面，一个直径快1米的大蜂巢映入眼前。这要是摘下来了，卖个几千块钱，绝对没问题。看到下面有人在不断的向上面张望，上面的山马蜂已经变得警觉起来，好似随时都会对入侵者发动进攻。阿牛，要想弄下来，必须穿上厚厚的衣服防蛰才行。放心吧，我有办法。曾阿牛边说着，边不经意地看了一眼不远处藏在草丛里的2赖和3秃子，然后他一拉香秀的手，走，姐，我们到那边看看。说着，2人就已经绕到一旁的大石头后面去了。2赖和3秃子藏在蒿草丛里，身上爬满了花纹，很快2人手上脸上的就咬起了好几个大包来。他猫的，咬死我了！虎哥还怕他们2个在这山里胡来，根本不可能，不得被蚊子给吃了。也不一定，通风的地方就行。嘿嘿，也是，关键时刻还顾得上会不会有蚊子咬啊？这2个龌龊的家伙跟在后面，准备关键时刻再出手。曾阿牛拉着香秀在石头后面绕了一圈，又从另外一条小路上绕过来了，然后他就在地面上寻找起什么来。阿牛，你找啥呢？大自然是讲究阴阳调和的，凡是有毒物的地方，就会有解毒的奇药，我找的就是这个。香秀听到曾阿牛说阴阳调和，顿时脸红起来。榆木脑袋，你也知道阴阳调和啊？刚才还以为你要领着人家干什么呢，害人家紧张了半天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一种能够让山马蜂也不敢靠近的植物，里面液体的味道会让山马蜂也逃之夭夭。曾阿牛说着，就把植物用手用力一挤，一股股墨绿色的液体就从他的手指缝中挤了出来。他立刻就把这些液体向身上抹去，然后又把剩余的液体向香秀身上抹去。转眼间，2人都变成了绿怪人。这样能行吗？相信我，绝对能行。曾阿牛拉着香秀就向那个蜂巢下面走去，果然那些山马蜂像是闻到了无法忍受的气味，那纷纷疯狂地向4面8方逃去。事不宜迟，现在就动手。曾阿牛从背着的竹筐里拿出一根长长的绳子，在下面甩了几圈，嗖的一下就扔到了悬崖上面的一棵大树上。他接着就抓着绳子，顺着悬崖向上爬了起来。阿牛，一定要小心！香秀没想到曾阿牛这么猛，竟然像个猿猴一般爬得飞快，顿时吓得捂住了嘴巴，大气都不敢喘息一口。当他再次向上望去时，曾阿牛早已把蜂巢弄到了身后的竹篓里面，攀着绳子快速的就滑了下来。阿牛，你简直太厉害了，姐好崇拜你，你真棒！不远处，正在到处找2人的2赖和3秃子听到了香秀的叫声，互相看了一眼，立刻就向2人的方向跑了过来。他猫的，这都真棒了！看来虎哥的担心变成真的了。曾阿牛听到2人的声音，拉起香秀来就走，但不远处那些山马蜂看着自己的母巢竟然被人给砍走了，都跟疯了一般，原地转圈。而这时2赖和3秃子跑了过来，原本原地转圈的山马蜂瞬间就把2赖和3秃子给包围住了。曾阿牛和香秀走出去不远，就听到后面传来了2赖和3秃子那绝望的惨叫声。咋回事？我们一进山，刘二虎的手下2赖和3秃子就跟着我们了，估计山马蜂不敢把我们怎么样，跟他们干上了啊！那他们可真够倒霉。香秀姐，这蜂巢我们2家各一半，到时我拿到城里去卖，卖的钱我们平分。平分不行，我们2、8分，我2你8，不然我就不要了。可是没有可是，行就行，不行我一点也不要了。好吧。见香秀如此坚决，曾阿牛也只好答应下来。第2天一大早，兄妹俩就来到了樱桃园，他要看一下昨天被滴了灵液的那棵樱桃树有没有什么变化。本来没有抱着多大的希望了，可是到了那棵樱桃树跟前，曾阿牛直接被眼前的场景震惊住了。这还是自己家那棵樱桃树吗？曾阿牛迫不及待地摘下来一个，放在了嘴里，一口咬下去，顿时香气四溢，一股可以媲美野蜂蜜的甘甜，顿时将整个口腔填满了。天啊，这也太好吃了！小雪，你快过来！听到哥哥的呼喊，曾小雪快步来到了跟前。当看到那棵樱桃树后，曾小雪直接震惊住了。这怎么可能？就算是熟了，也不可能熟得这么夸张啊！哥，这到底咋回事啊？呵呵，哥哥昨天偷偷给这棵树上了点肥料。什么肥料啊？这也太厉害了！你赶紧告诉我，我多买点上到其他树下。这个肥料只有我有，你就别管了，赶紧摘樱桃吧，摘完了我好赶紧去卖。好嘞，哥。曾小雪也不问了，上前赶紧和哥哥一起摘起了樱桃来。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，2人已经把树上的樱桃都摘下来了。
足足摘了10桶，200斤左右。哥，这种樱桃能卖多少钱一斤啊？小雪，我估计51斤不在话下。哥，我跟你一起去卖。不用，我自己去就行。你在家里看着，小心别人对我们家的树使坏。曾小雪先是一愣，接着就重重的点了点头。哥，你放心吧。曾阿牛回家向邻居张婶家借了辆燃油3轮车，拉上了这些樱桃和野蜂巢，就直奔县城而去。刚把摊位摆好，便有很多女同志围了上来，叽叽喳喳的问了起来。这是樱桃？我的老天，这樱桃也太大了，不知道好吃不好吃？小伙子，能尝一个吗？当然能尝，尝过之后觉得好吃再买。曾阿牛本来就长得好看，说话又有礼貌，顿时引起了看樱桃的这些人的好感。啊，简直太好吃了！这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樱桃，多少钱？不管多贵我都要买。那些尝了樱桃之后的女人，味蕾感觉都要爆掉了，有的连价格都不问，就要曾阿牛赶紧给称。美女姐姐，这樱桃60块钱1斤，有点贵呀。来来来，给我称10斤，我不嫌贵。小帅哥，我也不嫌，给我来5斤。曾阿牛本来打算卖51斤的，还怕没人买，没想到现在卖61斤，竟然都抢起来了。这里有这么多女人围着，而且一个个都跟抢钱似的，顿时又吸引来了更多的客户。曾阿牛这200多斤樱桃，根本没用1个小时就全部售空，总共卖了13000多块钱。今天回去继续在树下滴林叶，明天就又能有好多这种樱桃了，这样还拿15万也不用愁了。现在樱桃全部都卖完了，他直接掀开了盖在野蜂巢上的盖子，并且在3轮车上竖起了一个纸壳，写了野蜂巢3个字。正在这时，一辆奔驰轿车从曾阿牛跟前经过，车子刚刚开出去不远，竟然又倒了回来。窗户落下，一个好听的声音响起：“你这是卖的野蜂巢吗？”曾阿牛抬头一看，顿时眼前一亮，傻子摆摊第一天就被顾客一抢而空，谁知眼红的婶子竟给樱桃树打上了百草枯。我让你家的樱桃长得好，大家都穷得好好的，慌想翻身，门儿都没有。王艳红此时正做着人神共愤的事，而在集市卖野蜂巢的曾阿牛却浑然不知。这么大啊！姐，要不要尝一口？曾阿牛便用小刀子在野蜂巢上割下来一块，递给了女子。女子也没客气，拿过来看了看，就放到了口中。顿时，一股又香又甜的感觉袭遍了她的全身。好吹，太好吃了！说吧，多少钱？我都要了。曾阿牛之前还想过，有可能被人一下子都买走，可没想到会这么快。210斤，这个有40斤，你给我8000块钱吧。8000，这一整个嫌贵？不是，我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怎么这么便宜？原来是嫌便宜啊，早知道该多要点啊。这样吧，你整个给我，我给你1万块。好家伙，人家买东西都是往低了讲价，这个倒好，一下子给多整出2000来，成交。先别着急，我多给你2000，是有条件的。什么条件？先说好，我可是卖艺不卖身的。你想啥呢？我的意思是，今后你再有这种野蜂巢，还是要卖给我，算是我独家买断了。不过价格上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亏的。成，没问题。我叫苏雅贤，这是我的名片，有货就可以和我联系。好的，雅贤姐。小嘴倒是挺甜。你这是什么果子？樱桃。这么大的樱桃，怎么可能？真的，这是我早上卖的，这些桶都是成樱桃的。苏雅贤直接捡起来一个樱桃，就放到了嘴里。接着，他嘴里忍不住发出了一声舒服的声音，好吹，美味，绝了！你家里还有吗？苏雅贤竟然激动的一把抓住了曾阿牛的手，他的手又白又嫩，手指修长，犹如葱白。曾阿牛哪里享受过这种待遇，顿时脸都红了。明天还有？那你明天联系我，有多少我买多少，我给你71斤，也省得你一点点的往外卖了。这姐姐，难不成属于钱多了没地方花的类型？可以。那好，到时候电话联系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曾阿牛把野蜂巢放到了苏雅贤的后备箱里，他就开着奔驰走了。看着苏雅贤消失的方向，心里若有所失。回到村里，曾阿牛就来到了香秀家。香秀见到他，顿时一脸的兴奋。阿牛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去卖蜂巢啊？我和你一起去。姐，我已经把野蜂巢给卖了，卖了1万块，这是来给你分钱的。什么？1万块？1万块，在龙阳村绝对是个大数目了。有的人家一年家里的收入也达不到1万。香秀姐，我觉得还是55分的好，我这就转给你5000块。曾阿牛说着就要转账，香秀当时就急眼了。曾阿牛，你看不起人怎么着？我说了28分就28分，你再不听，我就1分都不要了。他知道曾阿牛家欠刘二虎那个流氓高利贷，况且这件事确实自己也没出啥力，只不过带了个路而已，怎么可能要那么多？好吧，我转给你2000。发财了，阿牛，中午在我这里吃吧，我下面给你吃。香秀说着，脸色竟然娇红起来。不了，香秀姐，家里还等着我呢。曾阿牛把钱赚了之后，匆匆的回家了。唉，这个傻子怎么这么单纯啊？中午吃完饭后，曾阿牛来到了樱桃园，
自从练了龙阳功后，曾阿牛现在的五官感觉十分灵敏，还有200米的距离，他就闻到了一股氨臭味。这是谁家在打百草枯啊？曾阿牛加快了脚步，他总感觉有什么不好的事情。而此刻，王艳红匆匆地背着一个喷雾器，钻进了樱桃园里面的一个看护房内。在出来的时候，喷雾器已经不在了。我让你家的樱桃长得好，我让你的樱桃树都活不了，慌，想翻身门都没有。曾阿牛进到樱桃园里面，他顺着气味找了过去。当靠近路边的樱桃树时，顿时气得差点爆粗口。眼前10多棵樱桃树全部都被喷得百草枯，绝对是活不成了。谁他喵的这么狠心？在农村，糟蹋别人家养的家禽、牲口或庄稼果树是最不能容忍的。毕竟，农村人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是这2样。曾阿牛心中的火气蹭蹭的就冒了上来。他在这些树前看了看，然后就发现地上有滴落的农药的痕迹。他顺着这些痕迹就寻了过去，很快便追踪到王艳红家的地头上。这时，王艳红也从地里出来，猛然间看到曾阿牛，顿时吓了一跳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不会是想要偷我家的樱桃吧？曾阿牛此刻已经确定这件事绝对就是这个恶毒的婶子做的，虽然很是愤怒，他却也没有失去理智，毕竟他并没有亲手抓到王艳红。睁开你的狗眼看清楚，我在你家地里吗？曾阿牛，你个小兔崽子，你家里人怎么教你的？就这么跟长辈说话？就你也算长辈？还是把喷雾器藏好吧，我要是报了警，某些人就吃不了兜着走了。曾阿牛冷冷地瞪了王艳红一眼，转身就向自己家樱桃园走去。看着这些快要死掉的樱桃树，曾阿牛拿出玉瓶来，把灵液赶紧倒在了树下积水里。做完这一切后，他索性来到了龙阳水库，看了看四周，并没有其他人，嗖的一下就跳到了水库里面，像个鱼儿一般自由自在地游了起来，真是爽啊！不远处，一只老鳖浮出了水面换气，曾阿牛看得真切，一个猛子扎了过去。等他露出水面的时候，已经抓住了老鳖，直接向岸边游去。哈哈，正好父母要不养身子呢。这老鳖营养丰富，而且看那样子，怎么也得活了个几十年往上了。这可是花钱都买不到的好东西。曾阿牛正准备回家时，就听到一个微弱的呼叫声在远处响起。傻子在湖边救了一名落水少女，少女醒来后做的第一件事，竟让傻子当场愣在原地。终于醒了，累死我了！臭流氓！曾阿牛直接被少女抽懵了，他呆呆地看着少女，只见少女那张俏脸正凶巴巴地看着自己，一脸羞愤欲绝的样子。你干嘛打我？谁让你亲我的？我亲你，大姐，我在给你做人工呼吸好不好？足足呼吸了快半小时才把你救过来，你就是这样对你的救命恩人的。可是你……少女刚才只是情急之下才抽了曾阿牛一巴掌，现在其实已经明白过来了，可碍于面子，顿时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了。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知好人心。你给我站住！站住干什么？再让你打吗？我又不是被虐狂。那个，刚才谢谢你了。不客气，只是你怎么一个人跑到这里来了？而且又是怎么掉到水里去的？我心情不好，自己开车到这里散心，然后在岸边一不小心就滑到水里去了。也幸亏有你，不然我今天真要喂鱼了。我的东西在对岸上，我先到那边拿上再过来跟你说话。这样，我开车带你过去。好吧。车子是一辆奔驰大 G， 十分高大威猛。按说这种车一般都是男士开的，可是让曾阿牛没想到的是，少女开车竟然很猛，很快就到了对岸。你不要偷看，我要在车里换一下衣服。放心吧，给我钱我都不看。曾阿牛下了车，才发现身上又黏糊糊的，索性扑通一声跳到水里，游了2圈才上了岸。此时，少女已换上一袭短裙，纤细双腿在沙料下若隐若现，直叫曾阿牛愣在原地。哼，流氓！少女看着曾阿牛的傻样，脸色微微一红，不过却是一脸的笑意。大姐，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，不求你以身相许，总要口下积德吧。好，救命恩人，敢问救命恩人尊姓大名啊？龙阳村第一美男子曾阿牛。真不害臊。敢问美女尊姓大名啊？本姑娘乃是临江县县花唐琪。唐姑娘，你以后不要在这里转悠了，挺危险的，赶紧开车回县城吧，我也要回家了。曾阿牛说完，捡起了不远处还在试图翻身的大老鳖。咦，乌龟？什么乌龟？这是老鳖。你这是要回去吃了它？对啊，有问题吗？没问题，我也想吃。你还真是不客气啊。好吧，跟我回家。见曾阿牛答应的如此爽快，唐琪赶紧让曾阿牛上了车，往家的方向而去。此时，刘二虎领着二赖和三秃子正在大呼小叫，而这正是昨天差点被山马蜂蛰死的2人。也幸亏刘二虎及时把他们送到了医院，
才保住了命。饶是如此，两人脸上也到处都是脓包。曾阿牛那个小兔崽子呢？让他给我滚出来！妈蛋，他把山马蜂的蜂巢给弄走卖钱了，害老子被马蜂折。你看我这脸胖得跟猪腚似的，老子感觉脑细胞都被折死了好几亿。赔钱，必须赔5万块，少1分都不行。不给钱，我吃喝拉撒都在你家。周围的很多村民都在看热闹，虽然都觉得这两人很过分，可是他们都有刘二虎这个大流氓撑腰，所以根本就没人敢打抱不平。你们是马蜂折的，又不是我哥打的，凭什么赔你们钱？少他喵的废话，不赔钱，老子就拉你去陪客。嘿嘿，不如先赔我们2个，只要你赔好了，我们1分钱也不要了。三秃子使劲地睁着眼睛往小雪身上瞧，这时王局走了出来，你们太欺负人了，给我滚！嘿嘿，别生气，小心再摔一次就得去见阎王了，赶紧让曾阿牛那小王八蛋出来。正在这时，一辆奔驰大 G 直接就停在了刘二虎跟前，吓得他赶紧往后退去。王八蛋妈的水！哈哈，曾阿牛啊，王八蛋当然是骂的你了，果然是个名副其实的王八蛋。顿时，周围的人都是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。唐琪从车上下来，更是笑得花枝乱颤。曾阿牛，这人脑子是不是被驴踢了？竟然说自己是王八蛋，多半是出生的时候难产，缺氧缺的。这话一出，村民笑得更大声了。刘二虎握紧了拳头，但想到之前被曾阿牛殴打了几次，他又赶紧松开了拳头。曾阿牛，我不跟你这种没素质的人计较。此话一出，周围的人顿时嘘声一片。就这种地痞流氓，还好意思说人家没素质？今天来有2件事，第一，二来和三秃子昨天下午因为你被山马蜂蛰了，你得赔偿5万块。第二，你欠我的15万都给我准备好了，不然我只能收房子了。唐琪见刘二虎3人都是一副地痞流氓的样子，上前就要开队，只不过被曾阿牛拉住了手。他其实也有些疑惑，这个流氓说的2件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刘二虎，15万的事情不用你操心，我既然说了，肯定做到。真做不到，宅基地你拿走，我绝不反悔。至于这2个憨货嘛，我摘我的蜂巢，关他们俩屁事？谁让他们2个没眼力见，在我后面当跟屁虫的，山马蜂不折他们折谁？活该！小子，行啊，耍无赖耍到爷爷头上来了，今天我就住在你家不走了。对，吃喝拉撒你们家要全管着，而且我要住曾小雪的房间，睡她的床。说完，2人就直接进了曾阿牛家。乡亲们都看到了，这2人不经我允许非法闯入我家，我把他们赶出来，是正当防卫。曾阿牛嗖的一下进到了院子里面，2人正要进房间内时，就被曾阿牛一把就抓住了他们的后脖梗，像拖死狗般拖到了大门口，双手往前一送，2人就飞了出去，重重的砸在了地上。顿时2人就躺在地上打起滚来。哼，这下我看你曾阿牛怎么办，得死你！周围的村民也都是为曾阿牛暗暗担忧，到底是太年轻了，现在这2人讹上你了，你可怎么收场啊？哥，看吗？放心吧，我是正当防卫，制止流氓非法侵宅。至于他们在大门口撒泼打滚，大家就当看耍猴的了，我们进去吃饭。对啊，就当看耍猴的，简直太有意思了。二赖和三秃子听到这话，直接愣在了那里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啊。哼，曾阿牛，咱们走着瞧，还有5天，你可千万不要让我失望。说完，刘二虎转身就走。二赖和三秃子一看，赶紧爬了起来，屁颠屁颠的跟到了刘二虎后面。哼，大家都穷得好好的，想翻身门儿都没有。想到白天出尽风头的曾阿牛，王艳红就气不打一处来，拿起竹竿就出了门。此时窝旁边的曾阿牛正修炼着龙阳功，他并没注意到稀薄的灵气正如游丝般渗入内空玉瓶中。就这样持续到半夜，曾阿牛忽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他赶忙起身查看，20步开外的樱桃林里，王艳红正提着竹竿气势汹汹地穿行而来。哼，白天用百草枯毒杀了我家10棵樱桃树还不够，这是晚上还要来加班吗？看来必须给你点颜色看看了。曾阿牛拿出手机搜了一个恐怖电影中厉鬼森笑的片段，把声音放到最小，听了听，果然效果极佳。在这深更半夜的野外，忽然听到绝对能吓死个人，随即他就把片段暂停，声音按到了最大，悄无声息地向樱桃园边上走去。樱桃园外面的土路上，王艳红一只手拿着个手灯，另外一只手拿着个细竹竿，正匆匆地向曾阿牛家的樱桃园走来。其实大半夜的到这种地方来，他也是怕得要死，只是一想到曾阿牛今天把风头都出尽了，心里就很不舒服。我让你吓唬我要报警，我让你嘚瑟，把那么漂亮的女人领回家，我不给你打百草枯了，我把你家的樱桃全都打落了，我看你还卖个屁！他边嘟囔着给自己壮胆，边四处张望着，但他总感觉后面有人跟着似的，于是他加快了脚步，绕过那些被他打了百草枯的樱桃树。正当举起竹竿打樱桃时，刹那间一阵阴森惊悚的鬼笑声在他耳边炸响。王艳红身体猛然一震，浑身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他扔下手中的竹竿，转身就疯狂地向外面跑去。可那鬼笑声仿佛就在他身后，这让王艳红吓得下面一热，直接就尿了裤子。
刚跑到路上，一个趔趄就来了个狗吃屎，2个大门牙被摔了下来。躲在院子里的曾阿牛看着那个几乎要吓疯了的背影，脸上现出一抹不屑。这次只是给你一个小小的教训，再有下次就不是这么简单了。这一夜，整个龙阳村都听到了一个女人恐惧的尖叫声，而曾阿牛则是回到了窝棚里，呼呼大睡起来。次日天蒙蒙亮，曾阿牛就起来准备去摘樱桃。刚出窝棚，他就看到了桌子上玉瓶散发着灵气出来，他赶紧把玉瓶拿了起来，仔细观察。这绝对是灵液，难道是昨晚把瓶子口打开，自动吸收空气中的灵气，凝聚成的灵液吗？想到这里，曾阿牛赶紧用瓶塞把玉瓶口塞紧了，放到了口袋里面。这样看来，今晚再试一下。曾阿牛欣喜万分，接着就去看那10棵用稀释了的灵液水浇灌过的樱桃树。虽然早就有心理准备，但当看到樱桃树上那又大又圆紫红的樱桃后，曾阿牛还是差点忍不住大叫起来。发财了！这10棵樱桃树上的果实和昨天那棵一模一样，就是不知道那些被喷过百草枯的樱桃树怎么样了。想到这里，曾阿牛迫不及待地去看那些树。这一看，曾阿牛再次惊呆，那棵浇了灵液稀释水的樱桃树，此刻已经完全恢复到了之前的样子，哪里有半点被百草枯喷过的样子。刚好玉瓶里面还有点灵液，把其余被喷过百草枯的樱桃树也滴上。曾阿牛直接拿出了玉瓶，在9棵树下都滴下了一滴灵液。做完这些之后，他立刻就给妹妹打去了电话。哥，赶紧回家吃饭了，我已经做好了。小雪，接上张婶的3轮车，赶紧来樱桃园。啊，哥，难道又有樱桃成熟了？听我的，来了你就知道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曾小雪虽然感觉不可能，可是听哥哥的语气，还是觉得又有好事发生了。于是她赶紧跑到邻居张婶那里借3轮车。很快就来到了樱桃园。哥，到底咋了？你可不要说真的又有昨天那样的樱桃。你自己看。这一看，曾小雪顿时张大了嘴巴，一脸的震惊和不可思议。天哪，这怎么可能？小雪，别愣着了，我们赶紧摘樱桃吧。今天哥要比昨天卖的还贵。曾小雪激动的点了点头，就上前迫不及待的采摘起来，足足花了2个多小时，才把一棵树上的樱桃摘完。小雪，我先把这些拉到县城卖掉，你在这里守着，不要让任何人进来。我明白，哥。曾小雪当然知道村里那些人的德行，要是知道了自己家的樱桃这个样子，恐怕又要使坏了。曾阿牛开着3轮到了县城边上的时候，就给苏雅贤打去了电话。雅贤姐，我的樱桃送来了。太好了，我给你发个定位，你赶紧送到我的果仁超市里去。好的，雅贤姐。放下电话，曾阿牛骑上3轮，开着导航就前往果然超市。而苏雅贤都没来得及化妆，就在店门等待。不过她长得本来就漂亮，这样更是清新甜美，让人心动。见曾阿牛呆呆地看着自己，苏雅贤给了曾阿牛一个白眼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美女啊？见过美女，没见过这么漂亮的美女。苏雅贤听曾阿牛这样说，开心极了。他上前到了3轮边，顿时再次震惊在那里。显然一下子见到这么多又大又紫的樱桃，让他感到有些不可思议。我全要了，71斤，怎么样？姐够照顾你吧？姐，71斤，你不会卖不出去压货吧？放心吧，姐是不会做赔本买卖的，可惜就是太少了。嫌少？这样的，我那里还有93轮车啊。太好了，我全要了，你怎么不都拉来啊？雅贤姐，我这3轮顶多就能拉这些。再说了，你这小超市一天能卖那么多樱桃吗？这东西可是不经放的。小看人了不是？姐开的可是连锁超市，光是这县城里面有15个店呢，你就算有再多，我也能给你消化了。什么15个店？姐，你也太厉害了，年纪轻轻竟然开了这么多的水果店，这样的美女要是能够娶到估计能少奋斗20年吧。一般般了。那好，咱赶紧卸货，我好回去再拉。今天看来要拉10多趟了。笨蛋，用你这3轮什么时候送完啊？我这里有专门运送新鲜水果的厢货车，我让他跟你去拉，一车就搞定。说着，苏雅贤立刻就打起电话来。勇哥，赶紧到总店这边来，帮我去拉樱桃。很快，一个30左右的男子开着一个厢货车就赶过来。男子名叫张勇，长得一脸憨厚，十分强壮。勇哥，你跟着曾阿牛去他们村，我也开车去。苏雅贤就想去看看这樱桃是什么品种，到底是什么特殊的地方，能够种出这么好的樱桃来。于是3人就各驾一车，向着龙阳村而去。傻子带着超市美女老板回家收樱桃，怎料村民得知后都个个心怀鬼胎。曾阿牛，你这是种的什么品种啊？这也太诱人了。阿牛，这下你发财了，多谢雅贤姐和勇哥照顾。知道是我照顾你啊，你这些樱桃不许卖给别人，都必须卖给我，明白吗？嘿嘿，明白。这可是你说的，我要是知道你卖给其他人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
哥，这就是收我们家樱桃的姐姐吗？对，这是雅贤姐，以后樱桃她全了，71斤。雅贤姐，这是我妹妹曾小雪。哎呀，小雪妹妹，你可真漂亮。哪里呀，姐姐才是真漂亮。好了，雅贤姐、勇哥，你们先到水库边玩玩，我和小雪摘樱桃。什么话？我们大家一起来。那怎么行？别墨迹了，赶紧的，我还要看看那些顾客们的反应呢。好吧。于是4个人就开始摘起樱桃来。不过一会的功夫，苏雅贤就累得停下来了。她是真没想到摘樱桃那么累人，腰酸脖子痛的。我去外面水库边等着，你们也别着急。说完，他就不好意思的出了樱桃园。刚出来，他就看到外面有好多村里人都鬼鬼祟祟的向园子里瞧。苏雅贤也没管他们，直接去水库边玩去了。什么情况啊？他家的樱桃不会熟这么早吧？这都开着香货车来收了，我们村可从来没人上门收过。这小子看来有关系呀。那女的好漂亮，我要是能够有个这样的老婆，明天死了也值得。哼，明天死了，你要这样的老婆还有什么用？留着给别人用吗？真是见了鬼了！曾阿牛怎么忽然间运气就这么好了？虽然都很疑惑，却是没人好意思跑进里面去看。村里人就这样，越是当着外人，越是都撑着，免得被人家看清了。时间很快就过去，曾阿牛几人终于把樱桃都全部摘下来，搬起筐子就向外面走去。那些来看看热闹的村民看到筐子里面的樱桃，一下子就跟见了鬼似的，又被镇住了。我的亲娘哎，曾阿牛家的樱桃竟然熟了，而且这品相也太好了，怪不得连厢货车都上门来收了。阿牛，你家这是什么品种啊？阿牛，你可不能吃独食啊！对，小心噎着了。顿时说什么都有，曾阿牛也懒得搭理他们，直接和张勇把樱桃运到了厢货那里，装到了厢货车里面。等他们再回到樱桃园的时候，20多个村民都在帮着收樱桃，1个多小时就把樱桃全部都装进了厢货里面。看着这群村民，曾阿牛当然知道他们在打什么鬼主意，无非就是想问这是什么品种的樱桃树。各位婶子大娘、大叔大伯、兄弟姐妹，感谢大家帮我摘樱桃，这样每人100块钱，算是大家帮忙的费用，谁也别嫌少啊。摘完之后，不等他们先开口，曾阿牛已经先毒死了他们。毕竟他们为什么帮曾阿牛，他们自己心里都清楚得很。实话告诉大家，我们家的樱桃和大家的都是一样的。大红灯，我也不明白为什么今年的樱桃会长成这样，而且我家的樱桃树什么时候栽的，以前结出的果子什么样，大家都一清二楚。我也不可能半路上重新栽这么粗的树，就算是栽，也逃不过你们的眼睛不是？曾阿牛这一解释，所有人都认为他最近走时运了，不仅傻子的病好了，连家里的樱桃树也这么争气。村民们除了羡慕嫉妒恨，也只能是眼睁睁的看着了。都摘完了。姐，摘完了。唉，你家的樱桃树就这么几棵是这种品种的，远远满足不了姐的胃口。不然的话，姐天天到这里来盯着你收樱桃。姐，谁说就这几棵的？哈哈哈，明天还会有这么多。真的？那我明天再过来。真的，雅贤姐，你们把樱桃拉回去，自己过完称，把钱打给我就行。那可不行，我还有好多问题想问你呢，给我上车。说完，苏雅贤拉住曾阿牛，就把他推到了奔驰车上，向着县城的果然超市而去。这些水果卸下来过称，足足有2000多斤，每斤70块。苏雅贤当场就把14万多转给了曾阿牛。看着手机上的余额，他还是难以掩饰内心的兴奋。不过他知道，自从有了龙阳真人的传承之后，就明白以后的成就是不可估量的，所以也只是短暂的兴奋之后，曾阿牛就迅速的平静下来。不过是区15万，自己以后要赚的钱，何止这15万的100倍、1000倍？姐，这个你这打算卖多少钱了？我打算定便宜一点，100吧。110斤，还是定便宜一点。姐，你对便宜这个概念有误解吧？随着苏雅贤在朋友圈一发消息，很快果然超市门口就聚集了好几十个人，很多人都往里面挤，生怕这樱桃卖完了，自己再买不到了。见曾阿牛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，苏雅贤伸手在他眼前晃了晃。帅哥，是不是后悔定价低了？不是，只是没想到城里人这么有钱。不是城里人有钱，而是来我这里买水果的大都是有钱人。因为我这种水果超市定位的就是高端客户，一般家庭根本就舍不得来我这里买，都去菜市场了。正说着，一辆宝马越野车停在了门口的位置，从车上下来了一个30多岁的女子，一身黑色职业装打扮，看着就像是饭店的经理似的。罗姐，你这大忙人怎么有空来我这里呀？你这朋友圈发的都让我流口水了。
我怎么不得来看看啊？楼姐，来尝一颗。刘姐接过苏雅贤递过来的樱桃，尝了尝之后，她立刻就兴奋了起来。雅贤，这樱桃还有多少？都在这里了，还有1000多斤吧，估计到不了下班就能全卖完了。好了，别买了，我全包圆了，都给我送到酒店去。也省得我零售了。苏雅贤立刻就安排张勇把剩下的樱桃都装到了厢货车里，给刘姐的酒店送去。不过他还是留下了2筐，出售给断断续续来的客户。毕竟人家看了朋友圈跑来了，要是一点也买不到，会很失落的。雅贤姐，你忙吧，我要回去了，家里还有一堆事呢。回去？哼！说什么呢？都忙到这个时候了，你怎么也得吃了中午饭再走啊，不然我就会觉得你有其他心思。那好吧，其实他还是很喜欢和美女一起吃饭的，毕竟美女在前，赏心悦目不说，也让自己很有面子。苏雅贤让曾阿牛上了他的奔驰车，就直奔县里最近最火爆的云天大酒店。姐，就咱俩吃饭，没必要来这么好的地方吧？你让我赚这么多钱，我怎么不得请你吃点好吃的啊？不然你把樱桃卖给其他人怎么办？不会的，我说话算数。苏雅贤拿起菜单来，就递给了曾阿牛。随便点，别客气。放心吧，我不会客气的，免得你怕我把东西卖给别人。曾阿牛拿过菜单，打算狠狠地宰苏雅贤一顿，可是一看菜单，他顿时不知道怎么下手了。他喵的，这也太黑了！一个酸辣土豆丝都能卖到60块，这简直就是在打劫！见曾阿牛翻着菜单犹豫不决，苏雅贤一把抓过来菜单，点了6个菜，看得曾阿牛直心疼。两人刚点完餐，忽然一个女人夸张的声音在两人耳边响起：“咦，这不是苏雅贤吗？怎么和农民工一起吃饭啊？”傻子第一次和美女来酒店吃饭，就被旁桌的女人不断嘲讽。殊不知傻子接下来的操作，直接让他名誉扫地。雅贤姐，没必要来这么好的酒店吃饭吧？没事，今天姐高兴，随便点。咦，这不是苏雅贤吗？怎么和农民工一起吃饭啊？苏雅贤，这是你男朋友吗？哎呀，怎么穿得这么土啊？身上还有泥，你不会找了个农民工当男朋友吧？赵愤，我找什么人当男朋友，关你什么事呀？还真是啊，那不好意思了，我们不应该歧视农民工的。赵粉和苏雅贤是高中同学，两个人在班里都是美女，但是无论哪样赵粉都比苏雅贤差了许多，所以她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处处找苏雅贤的麻烦。苏雅贤，你心眼可真好，知道农民工不好找老婆，你这算是给他发福利吗？这个女人在那里逼了半天，一口一个农民工的，苏雅贤也不是什么好脾气，她抓起桌子上的杯子就要泼过去，只不过被曾阿牛及时抓住了她的手腕。雅贤姐，狗咬人一口，人难道还要再咬狗一口不成？阿牛，你说的对，人怎么能和狗生气呢？阿牛，你在干什么？有没有听我说话呢？雅贤姐，我在听，只是我现在这个游戏太好玩了。农民工果然是农民工，太没素质了。你苏雅贤也就这水平了，只能找个农民工老公了。我乐意，怎么你咬我啊？你正准备发飙的赵粉却被刘德福一把拉住，毕竟身为老江湖的他，此刻也知道自家老婆正处于丢人的状态。你好，苏小姐，我叫刘德福，是阿本的老公。你叫什么？和我有什么关系吗？可惜了，再有钱又有何用？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，连个能继承的都没有。雅贤姐，咱别为这种人生气，不值当。要不你玩2把游戏放松下？赵云这么帅，你这榜一德充不少吧？可不敢乱玩。不充钱了？真的假的？不信你点我左下角玩下，上线就能3国猛将3选1，汪天侯赵云、穷奇吕布、英龙关羽、T0及武将任意选择。如果你是一个人玩，我推荐你选汪天侯赵云。汪天侯的大招不仅能群体破甲，还能造成500%的纯粹伤害，搭配赵云单骑真菌的斩杀效果，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。现在新人上线还有神兽自选包和千抽自选包，赶紧上号领取吧。你什么意思？没什么意思啊，我就是觉得吧，赚再多的钱也得有个自己的孩子继承，才算是没白赚。要是到头来都成了别人的，可就太冤枉了。曾阿牛在说什么胡话？你个乡巴佬到底什么意思？看我们赚的钱多眼红是不是？你很能赚吗？还行吧，一年100万左右。刘德福边说着边看向了苏雅贤，很是牛气的样子，而苏雅贤和曾阿牛则是忍不住笑了起来。笑什么笑？你个破农民工，一辈子都赚不了这么多。对，我是赚不了这么多，不过你赚这多有什么用？连个孩子都没有。小子，你敢嘲笑我？我可没有嘲笑你，只是实话实说而已。哼，有孩子没孩子的，关你屁事。也是，反正你现在已经怀上了，倒也不能算没孩子，生下来不就有了吗？这话一出，苏雅贤和刘德福顿时一脸蒙圈。赵粉哪里能看出是有身孕的人啊？曾阿牛这家伙也太能胡说八道了。你可别说你没怀上，老刘同志，有个孩子不容易，你应该陪着你老婆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刘德福看向赵粉，一脸的疑惑，而赵粉在短暂的惊慌失措之后，立刻就一脸幸福的笑了起来。老公，这件事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，我本来打算吃饭的时候给你个惊喜的，没想到让这个乡巴佬看出来了。这小子什么情况啊？这都能看出来？
多长时间了？不到2个月。老公，我觉得肯定是个男孩。老刘，恭喜恭喜了！小子，算你识趣。做男人就要能赚钱才行，否则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做咸鱼是不咋样，不过也比当王八的好，尤其是绿毛龟。他喵的，你什么意思？呀，还这么大火气啊！自己到底自己不清楚吗？中出来的这个你自己应该知道吧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刘德福虽然感觉很丢人，可是没想到曾阿牛把他的症状说得如此清楚，让他顿时感觉后背都凉飕飕的。祖传老中医，望闻问切，我是最高境界，看看就知道。刘德福直接被曾阿牛给镇住了，不过他这个毛病没敢告诉赵粉，生怕赵粉嫌弃自己，所以赵粉一点也不知情的在外面胡搞。怀了身孕，本来打算偷偷打掉的，没想到今天被曾阿牛当场揭穿，索性就大方的承认了。老刘，作为男人，我很同情你，关键是咱自己赚的钱，不能当了王八还养个别人的王八蛋啊！老公，你别信他的，我们也不是没成功过，说不定就怀上了呢。说不定这3个字说得好。老刘，昨晚是不是没在家啊？这个女人昨晚上明显和别人一起胡搞过，而且不止一次。哎，不说了，节哀吧。你胡说，你诬陷，你诽谤，我要告你！赵粉更加慌张了，抓起桌子上的盘子就要砸曾阿牛。刘德福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臂，阴狠地看向曾阿牛。你连这个都能看出来，你根本不知道老中医的本事有多大，信不信由你。刘德福扭头看向赵粉，眼睛已经变得通红一片。闯荡江湖几十年，他十分精明。臭婊子，这个瓦都是我的，竟然在外面给我戴绿帽子，还想让我养别人的小王八蛋。想到这里，刘德福直接一巴掌就把赵粉给抽倒在地上。老公，我错了，别打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我就把这个野种打掉，以后好好和你过日子。去他喵的，给我滚蛋！以后让老子见你一次，打你一次。正在这时，经理柳红脸色阴沉地走了过来。这位先生，我们这是公共场合，你们夫妻有矛盾可以出去解决，不要影响了其他客人吃饭。刘德福也觉得丢人，索性抓住赵粉的头发就要拖着他出去，不过刚走了一步，他就看向了曾阿牛。这位老中医，请问我这毛病还有得气吗？是病就有的治，不过你这病有些麻烦。不怕麻烦，更不怕花钱，只要有的治就好。哎，看你这么可怜，我就帮你一次，也免得你以后老是戴绿帽子，给男人丢人。曾阿牛拿起旁边点菜的笔来，就在白纸上写了他的电话，随即递给了他。刘德福接过纸片，顿时激动不已。那我就不打搅你们吃饭了，我先去收拾这个对你不敬的臭婊子去。说完，刘德福就拽着赵粉的头发向外面走去。怀揣巨款的曾阿牛与女村医一同回村，谁知走到半途却被人跟踪。姐，有2辆车，好像一直在跟着我们。是跟着我们的吗？曾阿牛毫无犹豫地应了一声。从县城刚出来的时候，他就注意到这2辆车，陈颖车速一直都保持在50码左右，后面2辆车也一直没有超车，而且到了通往龙阳村的道路也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跟在后面。阿牛，到了村里就没事了。姐，放心吧，有我在，不会有事的。曾阿牛边说着边观察着后面的车辆，前面那辆车的副驾驶上坐着一个刀疤脸，看起来十分吓人，后座上还坐着2个流里流气的男子，一个染着黄头发，一个剃着锅盖头。后面的越野车上也是4个人，都是一副流氓的打扮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鸟。八哥，这脚男孩提速了，要不要追上去别住他？嘿嘿，他喵的，没想到黄刚还有这么漂亮迷人的老婆，早知道早就让他拿老婆抵债了。嘿嘿，这女人确实够味，看着就让人有感觉。尼玛想什么呢？这女人是八哥的。我知道，肯定是八哥的。等八哥玩够了，再给我们也不迟啊。等我们玩够了，送到我们的厂子里去。好了，给我追上去，别住他，不过千万不要伤到我的美人。是，八哥。后面2辆越野车立刻就加速追了上去。陈颖虽然开的速度很快了，可是他车子的性能根本就和后面的越野车无法相比。姐，停车！车子发出一阵刺耳的刹车声，直接停在了路中间，而前面2辆车下来了6个男子，迅速的就把他们围了起来。阿牛，你快跑，他们是来找我的，不会找你麻烦的。说什么呢？姐，我要是跑了，还是个男人吗？你不要下去，我下去和他们交涉。姐，你下去不正中他们下怀吗？乖乖的待在车里，把车门锁上，我来交涉。曾阿牛说着，拍了拍陈颖的小手，顿时陈颖的俏脸就红了起来。可是没有可是，男人就是用来保护女人的。刀疤是知道车里坐着个男人的，只是没想到这个男人竟然敢摸自己看上的女人的小手，这让他的脸色变得十分难看。见曾阿牛只不过是个20左右的年轻人，看起来无比的青涩，他顿时就冷笑起来。小子，
杂碎，你胆子不小啊！老子的女人你也敢碰？你的女人你也不照照镜子，丑得跟猪八戒他儿金子似的，你配拥有这样的女人？他喵的，你敢对我八哥不敬，老子废了你！黄毛为了在刀疤面前邀功，不等刀疤下令，他已经对着曾阿牛冲了上去，手中的棒子毫不犹豫地对着曾阿牛的脑袋就砸了上去。曾阿牛还没怎么着，车里的陈颖已经惊声尖叫起来。阿牛刚刚恢复正常，要是再被他们给打傻，可怎么跟他父母交代？他一下子就捂住了眼睛，不敢看到这残忍的一幕。不过接下来的一声惨叫，让他又忍不住睁开了眼睛。只见刚才还要用棒子砸曾阿牛的黄毛，此刻已经在数米之外，趴在地上，爬都爬不起来了。小子，没想到你还有两下子。不过就算你再厉害，我刀疤的闲事也不是你能管的。识相的给我立刻滚蛋！我看在你年轻不懂事的份上，饶你这一次。我可不是管闲事，车里的人是我干姐，我不知道她什么地方得罪你们了。你们几个大男人竟然想要对付她一个女人家！曾阿牛虽然不怕这几个流氓，但是他到现在还没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呢。好，既然你想听，我就给你说道。你干姐的男人黄刚欠了我们200万的债务，现在黄刚1分钱也还不上了。这笔债务可是夫妻共同债务，我们找他就是想要和他协商，这笔钱怎么还？你胡说，那是黄刚在外面赌博欠你们的钱，这笔钱我不知情，和我丝毫关系也没有。从法律上来说，根本就不算夫妻共同债务，你们根本就和我要不着。陈医生，你说不知道就不知道吗？黄刚可是说你知道的，所以你还是乖乖的跟我回去，好好的商量一下怎么还钱吧。我姐说明白了，这笔钱你们找黄刚去要，和我姐没关系，所以赶紧让开。小子，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哼，对不起，我这人什么酒都不喜欢吃。好，那今天老子就让你知道，敢得罪我刀疤是什么样的后果。说完，刀疤往后退了一步，同时对着剩下的4个手下猛然往前一挥手，顿时那4个流氓像是脱了缰的野狗一般，抓着手中的棒子就冲了过来。而曾阿牛身影猛然弹射而出，转眼间就到了锅盖头跟前，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，猛然往下一拉，咔嚓一声，他的手腕硬生生被曾阿牛拉断，随即一脚顶在他的小腹上，伴随着锅盖头的惨叫，曾阿牛已经把他的棒子抢在手中，然后飞速的砸到了另外一人的手臂上，又是一声惨叫。曾阿牛的身影快如疾风，棒子不断砸下，不到10秒钟，4个人已经惨叫倒地。曾阿牛拿着棒子对着刀疤就走了过去。此刻刀疤已经彻底懵逼，他在道上也算小有名头，可是今天他还真是被曾阿牛给吓到了。你不是要给我酒喝吗？今天我认栽了，咱们山不转水转，走着瞧。我让你走了吗？你真的确定要和我作对？年轻人不为你自己着想，也为你家人着想一下。威胁我家人？曾阿牛的眼神一下子变得冰冷至极。你如果不怕死，来就是。说完，曾阿牛一记飞腿，直接把刀疤踢飞数米远，重重摔下。不过他倒也算个狠人，只是闷哼一声，并没有大叫。刀疤，我记住你的话了，我家人少一根头发，我都要了你的命。不信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刀疤看着曾阿牛那冰冷的眼神，露出了恐惧的神情。他是真的怕了，完全相信曾阿牛是做得出这种事情来的。我可以走了吗？滚！听到曾阿牛的话，这些混子们赶紧忍着剧痛上了车。2个司机此刻都快吓得尿裤子了，他们生怕曾阿牛再想起他们来了，赶紧把车掉头，沿原路返回了县城。阿牛，这个刀疤是个心狠手辣的家伙，他要是真的来报复你家人怎么办？放心吧，我会保护好家人的安全的。倒是你，陈莹姐，你怎么办？最近一段时间，我打算就住在村卫生室了。那就好，有什么事你就给我打电话，我保护你。阿牛，姐谢谢你了。说什么呢？你以前可是没少照顾我。陈颖见曾阿牛不好意思的样子，顿时娇笑起来。走吧，阿牛，先回龙阳村。傻子在樱桃树下滴了一滴灵液，原本已经摘完的樱桃树竟在第2天再次结满了樱桃。哥，真有你的，果然又有这种樱桃了。放心吧，哥保证整个院子里的樱桃最终都会变成这样的。嘿嘿，太好了。小雪说着就开始摘了起来，而这时香秀竟然也过来了。香秀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家的樱桃熟得好，这不是帮你来摘樱桃吗？怎么不欢迎？当然欢迎了，香秀姐，多谢你了。中午去我家吃饭。好，香秀也不推辞，立刻就答应下来。阿牛，这樱桃怎么结得这么漂亮啊？我还没见过这么好的樱桃呢。虽然香秀对曾阿牛很好，可林业的秘密，曾阿牛自然也不能告诉他，所以他随便找了个理由，好歹才算糊弄了过去。到了8点左右，苏雅贤再次开着红色特斯拉来到了樱桃园。阿牛，今天怎么不如昨天多啊？我也不是很清楚，可能是天气的原因吧。这时，昨天帮忙的那些村民也都纷纷赶了过来，但今天才6棵树的樱桃，所以不到1个小时的时间就打包好到箱货车里了。不过曾阿牛也没给他们计较时间，
还是每人给了100块。原本还在嫉妒曾阿牛的樱桃好的这些村民都纷纷称赞起了曾阿牛来。香秀姐，我就不给你钱了，回头给你个惊喜。说什么呢？你要是给我钱，我以后就不来帮忙了。到时候你早点回来，我下面给你吃。好的，香秀姐，走吧。雅贤姐，苏雅贤开上奔驰轿车，带着曾阿牛，在村民羡慕嫉妒恨的眼神中离去。刚到村尾那一片，曾阿牛就看到陈颖站在了路边，对着自己挥手。雅贤姐，停一下。这个不会又是你姐吧？他是真没想到，这个小山村竟然有那么多漂亮女人，而眼前挥手的这个女人，长相妩媚，更是带着一股子成熟的风韵。嘿，还真是没少照顾我家。姐，你这是？阿牛，我昨天出来的着急，连换洗衣服都没带。我今天想回去拿些换洗衣服，可我自己又不敢回去。你能不能陪我走一趟？没问题，姐，我和你一起回去。你等我一下，我先给雅贤姐说一声。阿牛，又麻烦你了。姐，说什么呢？你以前可没少照顾我家。曾阿牛微微一笑，就跑到了苏雅贤车边，简单的给她解释了一下。雅贤姐，樱桃你直接拉回去过程就行了，我先保护她回去拿衣服。保护可以，你可不要被你的医生姐姐把魂给迷走了。苏雅贤见曾阿牛一脸尴尬的样子，顿时娇声一笑。好了，我先走了，你们路上注意安全。看着苏雅贤远去，曾阿牛赶紧上了陈颖的车，但两人并没注意，远处一辆不起眼的越野车跟在了后面。八哥，陈颖这小娘们开车出村呢，应该是回县城。接电话的正是刀疤，此刻他正在医院里面躺着，一时半会根本就无法出来为非作歹，所以刀疤就把监视陈颖的任务交给了刘二虎。但他自然没把肋骨被曾阿牛踢断的事情告诉他，毕竟这事要是说出去，自己就不用在道上混了。嘿嘿嘿嘿，好，这小娘们竟然还敢回来，太好了！给我盯紧了，随时汇报她的动态。到时候等我玩够了，先让你尝尝鲜。八哥，你可真够义气，放心吧，我绝对把他给盯死了。他也没有把曾阿牛在陈颖车上的事情告诉刀疤，在他看来，就曾阿牛这种货色，自己也就是不跟他计较，不然下面的兄弟早就把曾阿牛 KO 了。八哥，陈颖进了小区，不过我不知道他家是哪一户，要不要跟上去？不用了，免得打草惊蛇。我知道他家是哪一户，你在那里看好就行，我的人马上就过去。好嘞，八哥，我绝对给你看好了。虎哥，这小娘们太带劲儿了，她可是我们村的村医，我们还没上手的，就要便宜刀疤那个丑八怪了。给我闭嘴，八哥也是你能说的，小心祸从口出。曾阿牛和陈颖来到了3楼的住处，打开房门进去，见里面静悄悄的，才长长的松了口气。黄刚那个畜生还好没在家，赶紧收拾东西走人。阿牛，你先在客厅里坐着等一会，收拾完东西我们就走。姐，赶紧收拾吧，我在这里等你。陈颖感激的点了点头，直接去了主卧。刚推开房门，一个男人正好揉着眼睛从里面出来，看到陈颖，男人眼前一亮，一把就抓住了陈颖的胳膊。你个臭婊子，终于露面了，这次老子可不能再让你跑了。八哥那边说了，只要你成了他的女人，我欠的赌债就给我免了。你给我闭嘴！陈颖猛然挣脱黄刚的手，转身就跑到了曾阿牛身边，死死地抓住他的胳膊。姐，别害怕，有我在，这个畜生不敢把你怎么样的。他喵的个咪的，怪不得你最近经常不回家啊，原来是找了个小情人啊！本来老子还觉得有点理亏的，现在老子是一点也不愧疚了。小崽子，立马给我滚蛋，否则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是吗？嘿嘿。见曾阿牛竟然丝毫不怕，黄刚顿时大怒，一脚就向曾阿牛腹部踹去。自从曾阿牛修炼龙阳功后，速度和力量可是快得不得了。只见他的脚离快接近曾阿牛时，曾阿牛已经一脚踹到了他的腹部。黄刚那170多斤的体重直接倒飞了出去，砰的一声，重重的就砸在了门框上。黄刚抱着肚子就哀嚎起来。就这点本事，还想教训我？我劝你老老实实的在地上躺着，不要打扰陈颖姐，否则我打断你第3条腿。黄刚边惨叫着，边恶毒的看着曾阿牛，却是不敢再有所动作了。而陈颖也趁刚才的时间把行李收拾了出来，拉着曾阿牛就走。陈颖，你个臭婊子，你如果敢走，我就让你永远见不到女儿。黄刚，女儿是我的，你要是敢动女儿一个手指头，我就和你拼命。呵呵，那也是我女儿。陈颖，如果我想，我随时都能够把她给接走。我和你拼了！让我来，姐，别脏了你的手。而就在此时，外面传来一片混乱而急促的脚步声，接着就响起了砰砰的砸门的声音。乐于助人的傻子，经常被村里单身妇女拉到家里下面给他吃，怎料今天陪女村医回家收拾行李，却引来了一群不速之客。他喵的，哪里来的狗崽子？活腻歪了吗？
狗熊，这小子就是踢断八哥肋骨的那家伙，凶猛得很。什么？就是这么个玩意，踢断了老大的肋骨，能比我狗熊还凶猛吗？狗熊看着曾阿牛，根本就不相信，上前一步，伸手就向曾阿牛的领子抓去，可刚伸出，就被曾阿牛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，然后往里一折，顿时狗熊的整个身体都弯了下去。曾阿牛一脸的冷笑，继续往里折，狗熊整个身体都蹲下了，最后索性扑通一声跪在了那里。疼死了！知道疼了，知道了，求求你松开手，我手腕要断了。他喵的，闯荡江湖10几年，还没这么憋屈过。你们都是刀疤的人。对，我们都是八哥的手下。回去告诉刀疤，以后不要再招惹我陈莹姐。你们的账爱怎么跟黄刚这个杂碎要就怎么要，和我姐没关系。否则的话，我让他刀疤坐一辈子轮椅。好，我回去一定给八哥说。给我滚！狗熊揉着手腕站了起来，不过他却没有滚，而是脸色狰狞地看向了曾阿牛。他喵的，你让老子滚老子就滚吗？老子今天不废了你，以后就不在县城混了。说完，狗熊那沙包大的拳头猛然就向曾阿牛砸去，啪一声脆响，众人都是一惊，仔细看去，这才发现狗熊的手腕竟然再次被曾阿牛给抓住了，而且曾阿牛好像一点没用力气似的，十分悠闲自在。这怎么可能？他怎么会有这么快的速度，这么强的力量？狗熊也是快郁闷死了，他没想到在这种情况下，手腕竟然再次被曾阿牛给抓住了。可正当他想有所动作时，就感到手腕一折，骨裂般的疼痛再次袭来。脑白痴吗？这么快就忘了疼了？哥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饶了我吧！让他们都给我滚下去！是哥，我这就让他们滚，都没听到吗？赶紧给老子滚下去！你也给我滚吧！曾阿牛一脚踹出，大狗熊一声惨叫，咕噜噜就滚到了2楼。他喵的，你给我等着，今天老子必须废了你！狗熊再次叫了起来，然后就连滚带爬的向下而去。陈莹姐，你在家里别出来，我先把他们收拾了。阿牛，可他们人太多了，我怕。不用怕，你没看到我多猛吗？我不叫你，千万别出门。说完，曾阿牛信步向下走去，而躲在车上的刘二虎都快看傻了。什么情况？这上去不一会，怎么都下来了？操，虎哥，这么多人，不会被曾阿牛给收拾了吧？不可能吧，他又不是张无忌，就算再能打，这么多人，一人一手指头都能把他给戳死。那他们怎么跑下来拿棍子呢？也许是上去敲门吧。你他喵的脑袋里是装的2两豆腐吗？你家防盗门能用这木棍撬开吗？都给我听好了，今天必须把这小瘪崽子给我拿下，否则我们以后都不用在道上混了。狗熊十分霸气的叫着，一副牛叉哄哄的样子，小弟们很多都在撇嘴，心想着刚才你怎么不这样说？给我冲！狗熊举着一个木棍就要往楼道里跑。曾阿牛见这些杂碎要往里闯，他直接就从3楼的楼梯窗户上跳了下来，一脚就把狗熊给踹倒在地上，还没来得及就挣扎，他的后背上已经被曾阿牛一脚踩住，然后曾阿牛另外一只脚在地上的木棍上一踩，木棍应声而起，被曾阿牛一把抓在了手中。单挑还是群殴？你他喵的还是人吗？直接从3楼跳下来，你什么意思？单挑我一人挑你们一群，群殴我一人殴你们一群。兄弟们，这小子太嚣张了，我就不信，给我一起上！黄毛怪叫一声，手中木棍直接对着曾阿牛扔了过去。曾阿牛冷哼一声，手一伸，把黄毛扔来的木棍抓在了手中，然后脚下猛然一踩，狗熊顿时就撕心裂肺的惨叫起来。曾阿牛嗖的一下就冲了上去，他的速度快到了极点，对方根本就来不及出手，已经被他拿下。伴随着一声又一声的惨叫，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这10几个人已经全部被曾阿牛打倒在地。现在场上只剩下了黄毛一人，曾阿牛直接走到他面前，吓得黄毛下面一热，一股热流顺腿而下。上次是你开的车吧？大哥，是我。上回我饶你一次，看来你不长记性啊。长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大哥，你就饶了我这一回吧。别傻了，都知道我不欺负手无缚鸡之力的人。曾阿牛冷冷一笑，而黄毛颤颤巍巍转身离去，就被曾阿牛一脚将他就踢飞数米远，重重的摔倒在地，惨叫着。但是我没说不欺负混混啊。不远处的车里面，二虎和二赖、三秃子3人都快被震晕了。他们知道曾阿牛厉害，却没有想到这么厉害。虎哥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然是他喵的跑啊！二赖赶紧发动起车子，掉头就向小区大门口的方向快速而去。老大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既能让曾阿牛到时候还不起我们的账，还能把他赶出龙阳村。什么办法？快说！就是此时，刘二虎几人正在车上盘算着如何整倒曾阿牛，而在帮陈颖收拾衣服的曾阿牛却浑然不知。半个小时后，曾阿牛提着行李，坐着陈颖的小车就往龙阳村方向驶去。
姐，你就把我送到樱桃园那里，我顺便给樱桃树浇一下水。好的，阿牛，今天姐谢谢你了，改天来姐家，姐下面给你吃。今天2个姐姐怎么了？老是让我去他们家吃面条。好的，姐。曾阿牛在樱桃园下了车，赶紧跑到了樱桃树前。他先是把水缸里装满了水，掏出玉瓶，在水缸里面滴了一些灵液，然后把这些水又浇在了每棵樱桃树下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曾阿牛见天色还早，于是就进了果园的窝棚里，在简易的木床上修炼着龙阳功。就这样，一直到了深夜，曾阿牛忽然听到了一阵脚步声从远处传来，他猛然睁开了眼睛，站起身来凝神去听，声音是从外面的路上传来的，而且不止一人。他的眉头忍不住皱了起来。难道还是王红艳那个臭女人？前天被吓个半死，今天又找帮手来了。曾阿牛出了窝棚，就向路口的方向走去，和前天一样，他找了一棵樱桃树藏在了后面，盯着路口的位置。很快便有3个鬼鬼祟祟的身影闪了进来。他喵的，让你狂！之前害得我们被马蜂蛰，今天把他的树全部给他弄死。只因傻子樱桃卖得很好，却引来不少人的眼红，竟想在半夜将傻子的樱桃树全部砍掉。幸好傻子早有办法解决他们。他喵的，让你狂！之前害得我们被马蜂蛰，今天把他的树全部给他弄死。他的樱桃不是长得好吗？老子全部都给他喷上百草枯，我看他还能不能卖得出去。竟然是2代和3秃子的声音，这2货之前跟踪曾阿牛被马蜂蛰得半死，今天看到曾阿牛这么能打，又不敢找他报复，途中竟听到曾阿牛樱桃收成好的事情，所以就跑到园子里来搞破坏了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东西。曾阿牛没有客气，看着3人向自己的方向走来，隔着还有10多米的时候，立刻就按下了播放键。顿时一阵惊悚的鬼笑声在樱桃园里面回荡开来，差点没把屎给他们吓得拉在裤子里面。往前一看，顿时就看到一双闪着黄色幽光的眼睛正在直勾勾的盯着他们。3人都是嗷的一声怪叫，然后转身就不要命的向外面跑去。这下我看你们还来不来搞破坏。曾阿牛脸上闪过一抹狡黠的笑容，转身回到窝棚里继续睡觉。第2天天色大亮了，曾小雪骑着3轮车带着一条狗过来，而昨天浇灌的这些樱桃树再次结满了又大又红的樱桃。对于这一幕，曾小雪已经见惯不惯了。哥，辛苦你了，爸在隔壁老王家给你抱了条小狗，这样你一个人在园子里也有一个伴。爸真是太懂了。小雪，这狗有名字吗？还没呢，昨天才抱回来的。那就以后叫它旺财吧。曾阿牛对着小黄狗叫了几声旺财，刚开始这狗还有点面生，但随着曾阿牛对着它招手，不断的叫着旺财，小狗好像听懂了什么，向曾阿牛身边跑了过来，对着他的裤脚蹭了蹭，好像在讨好他的样子。哥，咱们赶紧摘吧，等一会雅贤姐他们就过来了。好，2人刚开始采摘，香秀和周围的乡亲也纷纷赶了过来，帮着采摘。这次等到苏雅贤和张勇赶来的时候，樱桃已经采摘完了。你们这速度也太快了吧！嘿，主要是帮忙的人多。那大家帮着弄到厢货车那边去吧。村民们都赶紧帮着把樱桃抬到了厢货车那里，一个个的积极性都很高，毕竟之前来帮忙的干了不到2小时就给了100块钱。哥，这次你不要给的太多，今天来了得有40多个人。阿牛，你给的确实太多了，这么点时间给30都算多的。嘿，大家都来帮忙，给少了不好看，别人会眼红的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给他们再多，他们也会眼红，照样会给你使坏。她一个寡妇家，长得又漂亮，在这个村子里可没少被人欺负过。香秀姐，不要跟他们一般见识，以后如果再有人敢欺负你，你给我说，我整不死他们。香秀听曾阿牛这样说，顿时脸色一红，害羞的点了点头，心中无比甜蜜。苏雅贤在一旁看着直笑。香秀姐，阿牛对你可真好，他对我就没有这么上心。雅贤姐，说什么呢？你要是有什么事情，我肯定也会尽全力帮你的。是吗？但是今天确实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啊？你说就是了。是这样的，苏雅贤向曾阿牛说起近日在村里的调查，却让他听得一头雾水。原来此前在酒店用餐时，曾阿牛展露的医术早已引起苏雅贤的注意。为验证猜想，他每次收樱桃时都会向村民打听他的情况，得知他竟治好了父母多年的腿疾，这令苏雅贤震惊不已，也加深了他的好奇。后来苏雅贤带着樱桃拜访老顾客胡大年夫妇时，得知夫妇俩久病缠身，辗转多家医院未愈，便顺势提及曾阿牛的医术。夫妇闻言激动万分，当即恳请他帮忙联系诊治。阿牛，情况就是这样，他们不只是老主顾，这些年相处下来，我和胡太太更是情同姐妹，这个忙能否请你帮帮他们？雅贤姐，没问题，不过先说好，能否医治，需当面诊查后才能定夺。谢谢你，阿牛，那我就让他们现在过来。说完，苏雅贤就拿出电话打了过去，而这边帮忙的村民们都回来了，一个劲的夸奖曾阿牛家的樱桃好。曾阿牛今天还是和之前一样大方，每人给了100块钱，在他们都拿到钱之后，都乐滋滋的走了。阿牛，今天我让勇哥带着电子秤来的，直接在这里给你称好，把钱付给你，也免得你来回跑了。那太好了，姐，这边就交给勇哥和小雪吧，我们先去陈莹姐的卫生室等他们。好的。
随后，曾阿牛和苏雅贤开车来到了卫生室，却发现陈颖并没有在这里，但卫生室的门却是打开的。曾阿牛赶紧掏出了电话给陈颖打了过去。阿牛，你打电话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，就是我看卫生室的门是打开的，然后你又没在，所以就问问你是不是出了什么事。谢谢你，阿牛，我没事。我现在在美玲学校办理转学手续，把他转到龙阳村这边读书。那行，姐，有什么问题给我打电话，你先忙。好的，阿牛。刚挂完电话，外面就来了一辆越野车停在卫生室门口，车内下来一对中年夫妇。丽姐，胡大哥，这位就是我给你们说的小神医曾阿牛。阿牛，这位就是教育局的副局长胡大年，旁边是他夫人丽姐。听苏雅贤介绍完，虽然胡大年早有准备，但还是被曾阿牛的年龄给震惊到。但出于礼貌，胡大年还是主动上前与曾阿牛握手问好。曾先生果然是一表人才啊，今天就麻烦你了。不麻烦，胡大哥，你们都到里屋来。胡大哥，丽姐，既然你们是雅贤姐的朋友，那我就直说了。曾先生，但说无妨。根据刚才我的观察，你俩的病因基本差不多。你们平常白天在外是不是不敢喝水，只能晚上在家的时候才敢喝？对对，神医啊。那曾先生，我们这病能治吗？能治，你们稍等一下。随即曾阿牛走到饮水机旁，接了2杯温水，悄悄在杯子里滴入了2滴灵液，然后走到胡大年夫妇面前，递给了他们。但2人接过杯子后，迟迟不敢饮用。胡大哥，丽姐，你们放心，这是我配制的药水，喝下去应该很快就会减轻症状。想到曾阿牛仅仅只是看了一眼就能说出他们的病情，犹豫片刻，2人还是果断喝了下去。但这次不同的是，2人都没有出现小便失禁的情况，而且身体还有一股舒服的感觉。神医啊，我感觉我现在精神百倍，再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有气无力的样子。大年，我也是，曾先生，真的非常感谢。你们现在这个病只能说好了一半，还需要扎银针和吃中药才能痊愈。曾先生，感激的话，我胡大年不多说，以后如果需要用得上我的，尽管开口。胡大哥，严重了，你们先坐下，我去取一下银针。哥，你现在能不能回家一趟？有点急事。只因傻子的樱桃卖得很好，眼红的村民都认为是地的原因，而身为村长的刘大彪更是想占为己有。如烟，你这就去找他，让他把今年的承包费给交上，而且要加发50%的滞纳金，不交就把他家的樱桃的给收了。彪哥，还是你有办法，我这就去看他曾阿牛怎么说。柳如烟兴奋地拿起账本，就直奔曾阿牛家而去。看着其乐融融的一家，柳如烟就气不打一处来。柳会计，你这是有什么？你们一家子不会这么容易忘事吧？今年樱桃园那片地的租金还没交呢。这地1亩1000块钱的租金，由于曾阿牛家之前遭难，所以已经2年的租金没交了。不好意思，柳会计，我这就让阿牛给你和村里添麻烦了。赶紧把2万的租金给柳会计，我微信转账给你，还是转到村里的账户。柳如烟见曾阿牛还是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，顿时火起。这个穷光蛋竟然摆起谱来了，真以为老娘怕你吗？什么2万啊？你们可是2年没交的钱，要交滞纳金。柳会计，那滞纳金多少钱啊？多交50%，你们一共赚3万就可以了。你们这也收的太多了吧？这和高利贷什么区别？少扣帽子，不交是吧？不交，明天就把地给让出来。看上那块地的多了去了。确实，这2天好多人都去村里，想要高价承包曾阿牛家那块樱桃园的地。他们都以为曾阿牛的樱桃那么好，是因为地的原因。钱我们会交，至于滞纳金嘛，我们可以交1000、1万，你想都别想。曾阿牛，你牛得很好，听说这几天你家的樱桃卖得不错，是不是发了点小财？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？别忘了，马上就到了你还2虎15万的时候了。你那点樱桃能卖那么多钱吗？房子都要被人家收走了，我真不知道你牛气的什么。柳如烟根本不知道曾阿牛的樱桃到底卖出了什么价格，在他看来15一斤顶天了。哼，关你屁事。曾阿牛，你牛，你等着被收地吧。说完，柳如烟转身就要走，却被曾阿牛一个闪身拦住。你想干什么？柳会计，你看看这个，再做决定。曾阿牛拿出手机给柳如烟看了看他手机上的照片，柳如烟一看，顿时脸色大变，想要询问，却不知如何开口。我和刘大彪做那种事情时的照片，怎么跑到他手里去了呢？这如果要是传了出去，就麻烦大了。柳会计，不如我们出去说。此刻柳如烟再也没有之前嚣张的样子，乖乖的跟着曾阿牛出来了。柳会计，你和村长玩的挺花啊，就差没跑到树顶上来一次了。这些照片怎么到你手里去的？2万1000的租金我给你，如果你们要收地，随你们的便。曾阿牛没有回答他的问题，直接微信给村账户转了账。曾阿牛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不想怎么样，
只要你们别没事就来恶心我，这照片就不会传出去。希望你说话算数，不然村长不会放过你的。柳如烟威胁了曾阿牛一句之后，就急匆匆回村部了。而曾阿牛给家里说了一声，便来到了樱桃园。和往常一样，曾阿牛把稀释灵液的水都浇在樱桃树下。做完这一切后，曾阿牛回到窝棚开始修炼龙阳功来。不知不觉就来到了凌晨。就在此时，一辆车子由远而近的声音打断了正在修炼的曾阿牛。这个时候怎么还会有人来？难道又是来这里搞破坏的？想到这里，曾阿牛悄无声息的就向车停的方向而去，却发现这辆越野车竟是村长刘大彪的。靠，不会是刘大彪带着柳如烟那个贱人跑到这里来打扑克的吧？曾阿牛刚想回去，就看到车子打开了，从车上下来了5个人。这难道传说中的群英真吕布吗？曾阿牛本来想走的，这下反而来了兴趣，打算看看这些人渣到底要干什么。彪哥，我还是有点害怕。别怕，这种事情我们做的多了，刺激的很。几人都是一副急不可耐的样子，而曾阿牛却是心里暗叹：你们要是知道柳如烟有病，就不会这么兴奋了。那好吧，我这就过去，到时候你们一定要及时出现，录下视频来，可千万别让曾阿牛真的把我给那个了。我操！这些人渣竟然是来陷害我的，还好被我听到了。此刻，柳如烟几人已经鬼鬼祟祟地向曾阿牛的方向走来。忽然间，一道黑影凭空跃起，站在了他们几个跟前，顿时把这5人吓得呆愣原地。各位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刘二虎心惊胆战的扭头看去，月光之下，曾阿牛一脸的坏笑，正饶有兴趣看着自己几个。他喵的曾阿牛，你找死吗？竟敢在这里吓唬我们！靠，老子在这里抓野猪呢，谁知道是你们几个人渣啊！这话一出，顿时几人郁闷要死，尤其刘大彪，他可是龙阳村的村长，谁见了他不是点头哈腰的？这小子竟然骂他是野猪和人渣。你们他喵的快上啊，把这个小杂碎给我止住！可惜刘二虎3人一脸的苦逼，面面相觑，一个动弹的都没有。你们他喵的怎么了？傻了吗？刘二虎知道曾阿牛的厉害，可他也要面子，所以之前8哥那件事就没有给他说。现在刘大彪就是叫破喉咙，他们也不会自找苦吃的。深更半夜的找了这么个破鞋来陷害我，也就你刘大彪会稀罕，也看他一眼都觉得污了眼珠子。我们的话你都听到了。听没听到这个已经不重要，不过我只是觉得你们的计划很不错，打算亲身尝试一下。众人都有些发懵，柳如烟更是夸张的躲在了刘大彪后面。彪哥，我坚决不同意。虽然这样说，其实他心里很期待曾阿牛年轻力壮，长相帅气，他还是很想尝试一下。呸！我说的这游戏继续，只不过角色变一下，我来抓你们。刘大彪几人一下子就明白了，而柳如烟吓得紧紧抓住了刘大彪的手臂。曾阿牛，你不要太过分，今天晚上的事情你可没有任何证据，我们就是来水库边上凉快的，我们现在就走，我看你能把我们怎么样？真是不知道龙阳村姓什么了。谁敢走一步，我打出他的屎来！曾阿牛冷哼一声，威力十足，刘二虎3人顿时就不敢动了，而二赖和3秃子竟然还十分期待。你敢！话音刚落，曾阿牛一个闪身来到了他跟前，一巴掌就抽了下去，嗷的一声惨叫，刘大彪一个狗吃屎，趴到了地上。麻溜的，不然我就不客气了。彪哥，我不要。柳如烟是真怕了，呆愣在原地，不断的哭泣。你以为我不打女人？月色下，天空依然很美丽。10多分钟后，曾阿牛收起了手机，而二赖和3秃子竟然还一副意犹未尽的样子。对了，忘了告诉你们一声，这娘们那里有病，难治。傻子第一次学开车，教练就连连夸赞，怎料却遇到另一个傻子的不满，上前就要给他一个下马威。哥们儿，新来的。对，你好。男子叫曹军，武校毕业，自称少林寺俗家弟子，得过少林真传。不过他手劲奇大，平时这些练车的学员都被他给赞得恨不得给他跪下。我已经想到这小子待会哭爹喊娘的表情了。不对，你看他并没有痛苦的表情。难道军哥打算放他一马？可是如果军哥不打算收拾他的话，怎么可能抓住他的手不放啊？此刻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曹军一脸的郁闷，因为现在不是他不放，而是曾阿牛不放了。随着曾阿牛继续用力，曹军那整张脸变得紫红一片，差点让他疼得大叫起来。兄弟，你松手啊！我松开了啊，是你老抓着我的手干什么？曹军终于忍受不住了，身体猛然弯下，一脸的痛苦，冷汗从头上滚滚而下。你这是咋了？肚子疼啊？大哥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曹军知道自己再不好好认错，今天可能真的会被对方把手给废了，而曾阿牛可不会轻易放过他。只见他使劲甩了2下手，曹军就扑通一下跪在了地上，不断的揉着那只被攥的手，而站在旁边的几个学员更是瞪大了双眼。你这手怎么跟娘们儿似的，也太不经过了。嘿嘿，大哥，这不是遇到你这种高手了吗？
我可不是什么高手。大哥，你就不要谦虚了，我最佩服的就是你这种低调的高手了，请受小弟一拜。曹军说着，就对着曾阿牛抱拳一拜。其他几个学员见他良有说有笑的，也悄默声的贴了过来，你一言我一语的聊了起来。牛哥天赋异禀，我提议今天下午就让牛哥一人练，看看我牛哥到底能牛逼到什么程度。谁赞成？谁反对？说完，曹军就一脸阴沉的看向了其他人，没有一个敢不答应的，都纷纷点头称是。那我就谢谢各位了。为了感谢各位，我这箱苹果你们也拿着吧。这么多？不行不行，太贵重了。没事，我左下角还有8000台苹果16 Pro Max 和华为 Mate 70，没人领啊，厂商都快疯了，我花钱都没人要啊。我左下角这批是微下机，但不影响日常使用，厂商直接拿来做福利寄送了，大家别嫌弃。我不嫌弃，你快教我怎么领。认准我左下角就行了，左下角这次是加速通道，不用下载，上线注册就能看到领取界面。众位都是一愣，心想着这哥们儿还真是客气啊。接下来1下午的时间，曾阿牛彻底震撼了现场所有的学员和教练，曹军更是佩服的五体投地，恨不得跪下舔曾阿牛的脚丫子。这他娘还真是个天才啊！这个大哥认得太直了。牛哥，晚上没事吧？我请你喝酒。没空，我要回家。那我送牛哥回家吧。你又不会开车，也没车啊。曹军嘿嘿一笑，刚好这时一辆不到10万的车子停在了他们面前。3折叠，这么轻松就领到了。这是粉丝限定福利，就1000台，先到先得。我也有了。趁我左下角知道的人少，这些苹果华为动手都白拿，达到等级没发货，直接找我。随后，曹军带着曾阿牛就上了车，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到了龙阳村。曾阿牛在村部的位置就下了车，然后他就直奔陈颖的卫生所而去。是谁啊？美玲，是我。曾叔叔来了，太好了！美玲听到是曾阿牛的声音，很是高兴，立刻就跑着过来开门。美玲，别开门！伴随着里面房间里陈颖急促的声音，美玲已经一把拉开了房门。美玲，妈妈呢？妈妈在里面房间呢。曾叔叔，你快去帮帮妈妈吧，我太小了，帮不了她。美玲，不要！里面再次传来了陈颖害怕的叫声。曾阿牛心中一惊，飞快的就向里屋跑去。陈颖一声惊叫，双手赶紧捂住胸前，整个身体都蜷缩在木桶里。这一幕，曾阿牛差点喷出鼻血来。你赶紧出去！曾阿牛见这一幕也不知所措，赶紧转身出了里间，来到了外面。曾叔叔，妈妈让我帮她搓后背，可是我力气太小了，你是大人，一定可以帮我妈妈的。那可我是能帮，可你妈妈不让啊。美玲，你不要再乱说话了。姐，你在里面洗吧，我在外面照顾美玲。你给我把门关上。曾阿牛上前把里间的房门拉了过来，不过又忍不住看了一眼，正要和陈颖四目相对。你还看？罪过罪过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这女人真是个妖精啊！曾阿牛坐在了美玲旁边，看着她写作业。不一会，陈颖穿着一个裙子，满脸娇羞的走了出来。姐，我就是来看看你们在这里住的习惯吗？有没有需要我帮忙安置的？哼，你才想起来啊？不是的，这几天都忙着给小雪安排复学的事情。姐，有需要我帮忙做的事情吗？都安得好了，不过黄刚那边我打算跟他离婚。好，如果你回县城，你就告诉我，我陪着你。谢谢你了，阿牛。跟我客气什么？对了，姐，你之前说过那里有点增生。陈颖本来刚刚恢复的脸色再次红了起来，细细的嗯了一声。这个好治，不过需要按摩，要不我……陈颖不吱声了，在那里看起手机来，也不说行，也不说不行。美玲看看妈妈，再看看曾阿牛，一脸的疑惑。足足等了有5分钟，曾阿牛尴尬的站起身来。姐，没事我就走了。等等，阿牛，要不你按摩一下吧。好的，姐。跟我来里间吧。陈颖转身向里间走去，曾阿牛跟在后面。刚到门口，陈颖扭头叮嘱美玲：美玲，叔叔帮妈妈干活，你在外面不许开门，知道吗？知道了，妈妈。如果有人敲门，我就说妈妈睡了。美玲真乖，叔叔加油！加油！你赶紧进来吧。陈颖害羞的一把拉住了曾阿牛的手，进了里间。20分钟过去了，他俩从里间走了出来。曾阿牛边走边揉手，恨不得变成那只手。陈颖脸色通红，娇滴滴的跟在后面。姐，那我走了，1个疗程就能好，不过1个疗程要10次，还有9次。为什么刚才那种感觉，有种让我想要继续下去的期望呢？我明天再来。好。妈妈，你脸好红，不会是发烧了吧？没有，妈妈就是有点热。刚才曾叔叔也好像很热，你们干的活很累嘛？好了，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问那么多干嘛？嘿嘿，我明天问曾叔叔。此刻，他的曾叔叔已经沿着路向龙阳山飞奔而去。几10分钟后，他就已经进到了龙阳洞里面，开始修炼起来。而曾阿牛不知道的是，此时一辆越野车正停在了曾阿牛家外面不远处，密切关注着曾阿牛家大门口的动向。
只因傻子的樱桃卖得好，眼红的婶子竟时刻都在想法使坏，但每次都被傻子化解。谁知今天一大早，却让他找到了把柄。真是没想到，我这个大傻子侄子竟然勾搭上寡妇了，这可真是天大的新闻。王艳红看着曾阿牛，等着曾阿牛给他打招呼，毕竟她是曾阿牛的大娘。没想到曾阿牛看都不看他一眼，就要从他身旁走开，反而是香秀满脸通红的对他点了点头。婶子，这么早啊？早吗？你们也挺早啊，昨天晚上累坏了吧？婶子，你误会了，阿牛这是来叫我去摘樱桃。呵哈，阿牛还真是好人，挺照顾你的。香秀姐，我们走，跟他解释什么？香秀立刻就跟了上去，不跟王艳红解释了。王艳红在后面气得直跺脚，慌，搞破鞋还有理了？你说谁搞破鞋？哟，阿牛，我说我的，你心惊什么？怎么还想打我啊？我不打你，你心里有鬼，自有厉鬼来收拾你。你胡说什么？婶子，我可不是胡说，你印堂发暗，阴火旺盛，每天最好是中午的时候再出门，否则很容易被恶鬼缠身的。你胡说什么？你一个傻子能知道这个？王艳红前几天就被鬼笑声差点吓死。曾阿牛这样一说，顿时更加害怕起来。信不信由你，这个点出来就很容易被某些东西给盯上的。不信你试试。你好，算你狠，我不跟你计较，我回家告诉你大爷去。王艳红真害怕了，转身就向家里跑去。香秀还以为曾阿牛是在开玩笑，没有多想，就和曾阿牛继续向自家樱桃园走去。刚到樱桃园，张婶就带着一帮村民赶了过来，看着那10棵树，他们所有人都惊呆了。香秀家的樱桃竟然和之前阿牛家的一模一样。阿牛，怎么香秀家的樱桃也和你家的一样了？张婶，这是我承包了香秀姐家的樱桃。阿牛，你到底是怎样让樱桃长成这样的？能不能告诉我们？就是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要发财一起发吗？阿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神奇的肥料配方啊？能不能卖给我？我给你2万块钱，而且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传出去的。看到曾阿牛发财，他们都是眼红的要死，纷纷打起感情牌来，想要套曾阿牛的秘诀。不好意思，无可奉告。阿牛，我们可是一个村的，以后还要在一起共事呢。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天天帮你摘樱桃，要不是我们，你一天都摘不完这些樱桃的，明天就要熟过头了。眨眼间，众人纷纷变脸，开始了道德绑架。香秀一听这些人竟然说话如此难听，顿时就想反驳他们，可是他却被曾阿牛一把拉住了。哼，摘樱桃的事我可没求过你们，你们也可以不用来，大不了我给邻村的朋友打个电话，估计1小时50块就能搞定了，也免得我沾了大家伙的光。听曾阿牛这样说，众人顿时就慌了起来，纷纷上前动手就帮着摘了起来。不到1个小时，樱桃就全部采摘完了，随后跟着搬上了货车。曾阿牛还是像往常一样，直接开始给他们付报酬。不过这次不是每人100了，而是每人50。阿牛，咱们成50了。今天的价格就是50，如果您觉得少，明天就不用来。张婶，谢谢你来帮忙，而且也不和其他人一样道德绑架我。今天你还是100，3天过后我承包您的樱桃吧。好啊，阿牛，只是这价格，每斤20，和香秀姐家的一样，上门来收，其他所有费用都是我的。张婶激动的难以置信，其他人一看曾阿牛竟然把张婶家的樱桃也承包了，一个个都眼红起来，纷纷你一言我一语的让曾阿牛承包自家樱桃。曾阿牛没有理会这些村民，转身带着香秀就朝货车那里走去。村民虽然很不甘，也只能唉声叹气的走开了。阿牛，这些樱桃总共2000斤，我还是给你转到手机上吧。好的，雅贤姐。曾阿牛收到钱之后，立刻就转给了香秀6万块。看着微信余额上多出的这6万元，香秀激动的娇躯直颤。阿牛，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姐家的樱桃最多卖2万元。香秀，看来阿牛很喜欢你啊。嘿，哪有，香秀姐以前就对我很好的。阿牛，今天有事没？跟我去县城一趟。好的，雅贤姐。曾阿牛给香秀打了个招呼，就上了苏雅贤的车，跟着他一起去往县城。阿牛，你车学的怎么样？难学吗？太简单了，我已经学会了，现在就差个驾照了。我没发现啊，帅哥，你竟然学会吹牛了。那这样，顺便到了县城给你把名报了。那就麻烦雅贤姐了。车子刚开到村部的位置，忽然间，一辆警车从村部开了出来，一下子挡在了前面。接着，王斌带着2个联防队员下了车，直接来到了奔驰前面。你们干什么？和你无关，我们是抓曾阿牛的，让他赶紧给我下车。曾阿牛脸上闪过一抹冷笑，看了看村部大院里面的刘大彪和刘二虎，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。果然让所里的人来抓我了，等老子回来再收拾你们。你是什么人？他犯了什么事？我叫王斌，这小子敲诈勒索，我们要把他带到所里去调查。小子，走吧。王斌是吧？这是我们王所，他的大名也是你能叫的吗？这么大的官啊，都不能叫名字了。少废话，赶紧上车。姐，没事，我很快就会出来。阿牛，你放心，要是有人敢冤枉你，
我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苏雅贤知道这时候也不能阻止王斌，不过他在局里也是认识人的，自然也不会任由别人冤枉曾阿牛。曾阿牛，好好交代你的问题。如果你能配合人家工作，我会代表村里给你讲情的。毕竟你是我们龙阳村的人。刘大彪，下面还养吗？刘大彪顿时憋得满脸通红，同时感觉下面一阵阵奇痒袭来。哼，真是不知悔改。王所，对于这种死不悔改的人，我看也没有手下留情了，也算是为村里出了一害了。刘大彪丢出一句狠话，王斌就开着车离开了，而苏雅贤也开着奔驰跟在了后面。王所，那个女人在后面跟着呢。哼，这是个不知好歹的女人，竟然敢管我们的闲事。王斌阴狠地看了看后视镜，忽然间就拐到了一条小路上。苏雅贤边跟在后面边打电话，一个不小心，忽然发现前面的车不见了。糟了，竟然跟兜了！傻子只是给村长会计几人拍了个短视频，没想到第二天就被局子的人强行带走。小子，下车！识相点的就把东西交出来。你们不去所里？就你他喵的话多，老子去哪里要请示你吗？你嘴巴真臭，吃屎了吗？王斌和2个联防队员直接懵逼了，见过牛逼的，没见过这样牛逼的。他喵的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啊！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。张海拿出警棍，也不等王斌吩咐，对着曾阿牛的胳膊就砸了上去。情急之下，曾阿牛不由自主地运起了龙阳功，顿时张海的速度在曾阿牛眼中变得奇慢无比。找死！曾阿牛冷哼一声，一脚就对着张海的肚子踹去，伴随着嗷的一声惨叫，张海整个人已经倒飞了出去，重重地砸在地上。我操！他喵的，这小子这么生猛吗？兄弟，给我按住他！王斌发一声喊，他和另外一个联防队员一起向曾阿牛扑去，打算把曾阿牛给制住。可是曾阿牛直接原地未动，砰砰2脚就把王斌和那家伙给踢倒在了地上，除了唉声惨叫，根本就爬不起来了。小子，你竟然敢打我！你知道我是什么人吗？当然知道，不就是刘大彪和刘二虎养的一条狗吗？好，你有种！就你这一脚，我必让你牢底坐穿！你还真别吓唬我，我好歹也懂点法律。你们之所以把我带到这里来，无非就是想动私刑，这种事见不得光。你既然不敢说到这里来的事，有什么证据说我打你了？老子有的是办法。曾阿牛双手一正，就听咔嚓一声，铐子竟然直接从锁链处断掉了。带着这破玩意不得劲儿啊！王斌3人这次是真镇住了，不可思议地看着眼前的一幕，还以为自己看花眼了。来，继续给老子骂！曾阿牛对着王斌的脸足足抽了10几下，才停下了手，半边脸都肿起来了。可是王斌却连个屁也不敢放了。来给你们看看，这就是你们想要的东西。不过看了之后，我也必须给你们安排一场群英战吕布。说完，曾阿牛就掏出了手机，给王斌播放起了之前录制的短视频。正当王斌看得起劲的时候，曾阿牛就把手机关闭了。怎么样，我这拍摄的画质还可以吧？嘿，刚才忘了说，这个女主可是有花流的哦。此话一出，王斌是真的害怕了，一是被曾阿牛给揍成这鸟样子了，二来他怎么也得为了自己下半身安全着想啊，那可是花柳啊！兄弟，误会啊！你怎么可能会威胁着他们拍不雅视频呢？这纯属污蔑你！我回去一定狠狠地收拾那2个混蛋。那是你的事，我现在要走了，车我用一下，到时候告诉你们位置。曾阿牛给苏雅贤打了一个电话后，就上车扬长而去。到了县城，苏雅贤凭借着关系，很快就给曾阿牛预约了几天后的科目1。你好好练，争取早点拿到驾照。好的，雅贤姐。走吧，我送你回去。随后，曾阿牛坐着苏雅贤的车回到了龙阳村，他没有着急回家，而是直接去了龙阳洞里修炼着龙阳功，一直修炼到了晚上天色大黑。曾阿牛的龙阳功终于突破到第5重了。闻着身上散发出的异味，曾阿牛没有在洞内多待，就下山直接来到了龙阳水库，脱了衣服跳到了水中，自由自在的游一起。忽然，一辆越野车开到了水库边上，然后就灭了灯，却没有熄火。接着，没几分钟，车子就在那里动了起来。这台喵车真跑到这里来了，不知道他们在里面待够了，会不会接着约瑟，再跑到水里来震一震？不过这是人家的私事，曾阿牛也没有管，就这样在水面上飘着，差点睡着了。忽然间，他眼睛猛然睁开，看着岸边的车子还没开走，他赶紧游到岸边，穿上了衣服，拿出手机看了看，竟然已经是夜里快12点了。怎么回事？这都完事2个多小时了，怎么还没走？不会是出事了吧？曾阿牛虽然不喜欢管闲事，可是想到有可能出事了，他就立刻到了车边查看。只见后排上躺着一男一女，好像完全睡着了的样子。曾阿牛鼻子微微一动，已经感觉到了不对劲，他使劲的敲车窗拉车门，可里面的2人毫无动静。不好，这是开着空调办事，应该一氧化碳中毒了。想到这点，曾阿牛没再迟疑，并起龙阳功在窗户上打了一拳，玻璃直接碎开。曾阿牛赶紧伸手进去把车门打开，把这2人从车里拖了出来，顺便检查了2人的脉搏。还好，虽然中毒了，但并不是特别厉害。曾阿牛来到车前熄了火，
在车子上的杯子里滴入了2滴灵液，然后拿着杯子走到2人身边，看到2人睁开了双眼，曾阿牛赶紧把男子扶坐了起来。你们不要担心，我给你们配置了点药水，喝下去应该很快就能够好了。说完就给男子喝下了半杯灵液水，然后曾阿牛又如法炮制，给女子也喂下了半杯。10多分钟后，2人已经能够站起来了。小兄弟，真是太谢谢你了，要不是你，我们2人今天恐怕就要交代在这里了。你们连一点基本常识都没有，怎么能不熄火就在车里？嘿，其实你们不用在车里，这外面的空气多好啊，不过可能会有蚊子。这个他非常感激曾阿牛救了他们，而且还没有打急救电话。以他的身份，如果他们真的被救护车拉走了，这件事一旦传出去，他的仕途将会止步不前。嘿，跟你们开玩笑的。呵呵，小兄弟可真幽默。不过我有个疑问，能不能请教一下？可以。不知道小兄弟刚才在杯子里放的是什么？据我所知，医学上还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对一氧化碳中毒有如此疗效的。我是学中医的，刚才只不过加了一点我自己调配的药液而已。说实话，这种药液的材料无比珍贵，有钱也很难买得到，所以不能告诉你是什么。原来如此，非常感谢小兄弟用那么贵重的东西给我们治疗。虽然救命之恩不能用金钱来回报，但我们怎么也应该给小兄弟一些报酬的。这样10万够不够？如果我是为了钱，我就不会救你们了。说实话，我这药液就算是100万，我也不会卖，用于救人，舍不得也得舍得了。所以报酬的事情不要再提。你这个兄弟我认下了，我叫楚军，在这临江县还算是有点地位，以后有什么事情你直接打电话找我，我一定尽我所能。好的，楚哥。见对方如此真诚，他也就顺便认下了这个大哥。随后寒暄几句后，楚军哈哈一笑，带着女人就驾车离开。曾阿牛不知道的是，这个楚军将会在今后给他的事业上提供诸多的便利。